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域选赛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潇潇，让我们掌声有请2支战队登场。终将泪水化作星辰，欢迎 IVCCC。哼，我们要组一辈子战队，能组 CCC 实在是太好了。我最无敌666。欢迎粉球、月怀、小蓝、小轩宝、狐狸、残梦、郑宇昭。拼尽全力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Zoo。新年快乐！我又回来了。欢迎林晓、小海、吴七、羊驼、小雨、板车、冉维。这里是第1周第1天第2场的比赛，由 IVCCC 对阵 Zoo，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精彩对决。欢迎各位回到 COA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景。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今日的比赛第2场 BO3的第1局的比赛，由 IVCCC 战队对战 Zoo 战队。哎，没错，前面那场看完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对，激烈也快啊，对吧？有点没有想到，就是说兔哥的比赛还能结束的这么快啊。确实，而且其实看一下的话，感觉双方还没有拼尽全力那种样子。而且现在啊，就是由于第1场的比赛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就感觉上现在台球手的一个登场率现在越来越高了。哎，确实，因为在上一局中两边的队伍都拿了出来。那么回到我们这一场呢，其实是2个民间大神队伍，那么就会让我们好奇他们之间的一些角色池跟职业之间的角色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没错，因为据我们所知嘛，就是他们的一些选手其实更擅长的都是一篇绝活，对吧？是，像是有什么我们知道的小轩宝，他是专打隐士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双方的地图的选择。看一下在第1局中会使用怎样的一些地图？是会选大图还是说选小图呢？Zoo这边是搬掉了军工厂以及唐人街，没错，但是也可以有替代的。IVCCC 这边是直接选择了湖景村。哎，是的。像你前面说到的绝活选手，我就想到那个叫板车的选手，是对吧？是擅长玩具商，是的，这很明显的把自己的一个喜欢的角色，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擅长的角色就给暴露了。没错，但你现在是打比赛，你打比赛你可能上来面对的就是什么跛脚羊啊、艾维啊，或者说是什么喧嚣啊等这几大角色。那这几个角色其实都会多多少少的会偏克制一点点的这个玩具厂，尤其跛脚羊嘛，可能在第2局或第3局拿出来的话，效果会好一点。没错。所以是比较期待吧，因为其实能够看到民间大神的一些绝活玩家上到场上，
也会让我们的观众嘛，就可能他平时就特别喜欢那些角色，刚好也能碰上，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在比赛中去操作的。也正好他们的这个熟练度是最高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一些打法，或者说是一些学习到的一些点位啊，或者说转点的一些位置。是的，是的，我相信各个地图它肯定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点位嘛，不仅是对玩具商来说，你像其他的一些绝活，像小说家，对吧？他有时候可以透过一些墙壁的缝隙，去强行使用隐喻来跟监管者换位，来达成一个无伤救人。没错，最近我看到太多的一些角色他们的打法了，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体系，这些玩家他们研究的是越来越深了。对的，像鹿头、园丁，对吧？我们在今天其实也看到园丁体系，虽然没有说是打得成功，但是他现在其实也给到监管者一些威胁了。没错，没错，所以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各种各样的角色在这个版本中，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发挥的可能的。确实，就可能说你前面2局还是偏4大天王，或者说加一个台球手比较多一点。但是求生者方面呢，因为我们的一个幻灯师的加入嘛，也是有可能说在比赛中发光发热的。没错，上个版本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有点偏那种穷举法，就是打跛脚羊，对吧？你一开始其实你不了解这个角色，或者说你不知道哪一个角色到底是能真正克制他的。是，到现在一个角色一个角色上去打试试。没错，那大家都已经排列组合的去找出了比较适合应对跛脚羊的那些角色了呀。是的，要么就来一个弓箭手，然后其他的就是木偶师，然后再补一个救人位。有太多了，那我们先看一下 IVC 这边的一个成员介绍：本球、月怀、小兰、小轩宝、狐狸、残梦、郑宇昭。是的。兵强马壮啊，看一下柱这边的成员介绍。这里是林晓、小海、吴七、羊驼、小雨、板车以及懒维。没错，可以看看今天他们的一个首发的表现。因为在今天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是选择了一个湖景村，湖景村这张地图嘛是比较偏于一个监管者，让监管者上来先打一波优势的。是啊。求生者现在其实说是，如果在这张地图你上来直接打，你真不一定好说对面会选择什么样的角色。对，因为你在排位上你确实能经常碰到他，但他万一要私底下他藏一手什么的。对，因为他平时排位打的跟你训练赛中打的，他这个节奏和状态又不一样了。对呀，而且湖景村这张地图，我说真的，其实不仅是4大天王，你台球手也能上，而且包括蜡像师这种角色，他其实在第1局也可以拿出来去跟你进行一个田忌赛马。没错，首先去换掉你的一些强力的角色。是的。两边的一些监管者，你像吴奇也好，或者说是小元宝也好，他们这些角色，你真是自己私底下要是练了什么跛脚羊，或者说一些其他什么角色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跛脚羊在版本上现在已经出来了很久了。是的，真是一把没打完，不可能。小轩宝这位选手，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之前使用歌剧打的是非常好的。对的，对。然后看一下他在今天的比赛中会有怎样的一个轮换啊，包括自己的一个角色池的一个分配吧。是的，他手上其实有守夜人、歌剧，然后还有个隐士，是这几个角色，所以是期待一下吧，看一下他们今天会打的怎么样。是的，这边看一下冉维，他的一个潜在角色呢是一个机械师，还有气象啊。在之前呢，我们也是知道他是前一个 IVL 的选手。哎，是的。是经过我们 IVL 的一个淬炼，是这次回到民间大神队的话，我相信他也是会把一些 IVL 的经验啊带给队友的。没错，然后包括在 BP 上面以及战术的一个安排上。是的，角色能不能打成一些搭配，还是说是上来直接先拿一些什么弓箭手啊，一些能配合的角色？是的，这是羊驼，也是我们的前 IVL 选手，擅长角色是囚徒，喜爱角色是飞行家。他角色还是比较偏一些速修的，飞行家这角色可以去带个什么飞轮啊，对，再加上化险为夷，是很活泼啊，是跟我们的镜头做互动。其实飞行家这个角色，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调优嘛，在破译上面你甚至会比普通的一些修机位还要稍微快一点，比较灵活。而且他去救人的话，其实是比较难被拦截到的。哦，这位选手是直接比出了一个2-0的手势啊。小雨擅长角色是古董商，喜爱角色是勘探员。没错，看来是一位比较喜欢 OB 位的一个玩家。这个2-0，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比反了呢？应该是这边的手吧，对吧？有拍摄的角度不一样吧？可能是啊，就看出来是很有信心啊。没错，对吧？相信他们今天肯定也是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两边肯定是研究了很久了，因为我们抽签其实是上周抽的嘛，对吧？那你上周抽完到现在这几天的时间，肯定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去进行一个研究。那我们看一下林晓，他这边喜爱的角色是勘探员以及佣兵，在队伍里边这应该是主要擅长的 OB 位，包括救人位了。是的，可能有一颗 OB 的心，但是队内安排让他打救人位。对，现在勘探员其实这个角色可以上来也进行一波啊，但是你要是说是对比于什么急救手啊、前锋，他更偏稳定性，因为他毕竟也是可以选择去带一个双弹飞轮，我先保证一个前期牵制。他有克制的监管者，也有
被克制的一些监管者会出现嘛，所以他可能还是在偏后的对局中去看一下对面的一个选择。是的，这边是做的教练柚子啊，老熟人了，是我们老朋友了，对，感觉很久没见了。是的，之前的话也是在这个赛场上的话当过选手，也当过教练的啊。是的，是的。那这边一个选手介绍了啊，这边角色会摆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哦，是歌剧啊。看一下这边小泉宝，他的一个角色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的绝活就是隐士，然后现在后边再搭配一个歌剧，后边其实还有一个守夜人。是。就他的一个角色词来看，我觉得第一局可以摇摆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因为胡景春这张地图，其实你要说隐士要打吧，他也能打，而且求生者这边呢，他得去考虑怎么防这个隐士。要是说第一局不拿那些回状态的，我就是摁拿木偶这种，那可能说面对隐士就没那么舒服了。是的，这边看一下 IVCC 的教练焕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太熟了，这两边教练都是太熟的人了。是的。其实我们也聊到角色嘛，怎么说？我觉得啊，医生这个角色可以直接收枪，哎，对吧？你是打隐士的，你还是个打歌剧的，你不论是打跛脚你都是单刀啊。就你打跛脚羊的话，其实医生他不管被不被追，到了中后期你不被追的话，他甚至可以过来帮忙扛刀，也能够打出自己不错的一个效果。确实，但是还是比较担心吧。如果说你真拿医生的话，他万一去选一些别的来针对你，那你可能就没那么舒服了。没错，看怎么选择。你要是笃定了对面就是一个单刀流的话，那医生肯定是不二选择吧。那你到时候再搭配一个弓箭手或者说是咒术师，对，而且刚好医生也能够覆盖到隐士这个点嘛。没错，就比较让隐士在追击方面没办法创造那么多半状态的一些求生者。对，他状态补得太快了，他能帮助的队友就是你后边在调整状态或者说拉扯的时候，他对于你一个隐士想要控场，你的节奏你会缩短很多的。是，所以看看吧，看看求生者这边怎么应对。如果可以的话，我确实觉得医生这一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前面看到选手他有一个喜爱角色和擅长角色嘛，擅长角色有佣兵，但其实目前来看，佣兵他在第一局、第二局出场的还是比较少，偏低。因为其实他在破译上面其实已经慢慢的被其他的救人位给超过了。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上半场的一个 BP。哦，上来是直接搬掉了先知以及古董商。哎，是的。这里看一下求生者前两手怎么抢吧。吴景春毕竟上大图，先拿了一手大副加教授，也可以吧。毕竟打隐士这两个角色也不错。教授的话，确实也是现在鳞片加强了嘛，可以应对各种控制。他们其实也在防歌剧吧。那看一下第三手，监管者是搬掉了弓箭手。医生这一手，哎，还是拿了一手咒术。咒术的话，这手拿咒术，第四手其实就有点在逼你搬掉医生了。而且咒术这一手出来的话，感觉更偏自保吧。他其实，在胡景春这张地图是没有适合的地形让他去进行一个 OB 陪跑的，除非你保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医生，那这样的话，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自动门，他来帮你扛刀，比较好保。哦，还有个木偶师，木偶师是直接搬掉了，不让你木偶师跟咒术打一个配合。是。看一下这最后一手，园丁不选了，就选择这边的拆移体系。对，园丁的话更万金油一点嘛，单刀的话前面也能防。但其实现在很多监管者他喜欢去打一个前期的控场，把救人位赶离密码机，然后等到你的盾快消了，再去寻找园丁的一个位置，直接进行追击。是，这样的话也是比较省时间的一个打法，而且还能把园丁直接给变成一个白板角色。有什么角色比较好克制到这个阵容呢？其实我觉得胡景春这个地图嘛，你就不去拿隐士也可以，你就正常打歌剧。打这个阵容其实也没那么怕，对，因为对于园丁和教授来讲，他们的一个技能的 CD 都是比较久的。那歌剧应对咒术的话，其实只要注意隐月不去被打断的话，我觉得压力就还好。而且这还是一个4黑的情况下，其实隐士你的优势就变得很小了。没错，因为反而对于隐士来讲，你想去突破其中的几个人的话，你是会被克制的。首先，教授他的一个被动，对吧？他可以抵抗一些小伤害。然后像园丁以及咒术呢，如果说他吃到了一些少伤害的话，反而可以让自己的一个猿猴咒像的数量变多，在中后期的一个牵制上面来讲会很舒服。是的，教授他这边被动也是可以扛伤害的嘛。是的，是的。就看一下监管者这边怎么选择吧。
是选择硬拿自己的绝活吗？果然是割据。对，胡锦春这张图割据还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前中后期只要能够快速的击倒人，他中后期的一个让你疲于奔命还是比较舒服的。这阵容是带2个化险为夷吧？2个化险为夷好像比较稳一些。你要光让大副去携带的话，你这个园丁体系是有点难打出来了。是，应该是让园丁也去携带一个，这样的话救人的时候可以站出自己的一个盾。他得防，你会倒在小船或者说倒在什么木屋的一些点位，对吧？你这椅子要刷得进，你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用帮忙的。没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园丁他有可能会成为突破口的呀。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先逛街，等到你的盾快消了，我才会追你。这样的话，我还可以闷掉穷者的一个化险为夷，是可以的。双弹化险为夷嘛，是也得这样带出来。因为现在你要单带一个化险为夷，你自身的牵制是很难牵制到一个2台半或者说3台。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点，咒术选到小木屋、小船的园丁、船下的大副以及大门的教授。是的。哎呦，直接选到了中间的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割据离3位穷者很近啊。感觉想追谁都可以去直接追了。是的。看小玄宝这边怎么去找他们的人了。这样的话，他其实如果说先赶大副的话，就不太顺路了。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直接去找园丁了，因为离园丁的距离确实太近了。对，正常来讲，如果说刚好是卡在了这个大救人位跟园丁的一条线上，他的收益会更高一些。是。看看天赋吧。监护者认为天赋会不会是正常的？是。那这把的话，其实能带的可能性比较大，闪现，然后或者说时长、兴奋，甚至是窥视者都有可能，挺多带法的。就还是主要看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风格吧，更喜欢带怎样的一些特质。带的闪现反是底牌加挽留。底牌挽留。技能是长了一手。是的，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 LCC 的监魂者对战所有的求生者，由解说鸭子解说小木为您带来实时赛况解说。上来带的还是个闪现，没错。那他的想法是先去赶一下大门的教授，是的，找羊驼。这样的话，园丁也是可以第一时间开修，没有像我们说的那样去选择追园丁。对，他一时间没有找到这个耳鸣，也没有找到人，但应该也不慌吧？你从这个位置直接有个耳鸣，它也就代表就是在这边船尾方向的船尾木屋。没错，这小屋就一块板，踩完以后可以考虑直接转到边上的双板。没错。要进行一手技能的博弈了，是。反去博弈，鳞片直接交出。是的，直接弹刀。是。那这个位置2块板下回速，哎呦，反应非常的快。羊驼一个板弹，然后直接往外拉，但是拉到了这个地方反而是一块短板啊。对，比较危险。他自身现在已经没有技能帮助了，这一刀得吃。是的。断了一下隐月啊，也还可以。那这一刀吃的还比较赚。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来看，其实没有带飞轮嘛，下一波闪现好了是有可能直接击倒的。是，看一下小熊，哎呀，撞墙了，那就有点可惜了。这里瞄的外面刚好有一棵树，外面有一棵树，所以它可能卡到了那个树上面了。那应该是斜着闪的，没错。那这个点最后一块短板，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博弈。是，反弹是没好的，但是这波走位骗了一手，隐月可以跟上拿刀吗？好，打到回之车。我密码机已经有一个2台半以上了嘛？是的，是的，多了。其实最少的那台大副的就在中场，他甚至可以多修几秒钟，再考虑卡过来。2个化险为夷，说不好还真的是有机会打出来的3跑面。是。那园丁把小船的给修开了，所以穷者选择让园丁过来救援。这一板下了可以站盾。卡角，如果刚刚没有卡角，这一刀是不是有机会能拿到呢？是，但是关键园丁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就算拿到了，他其实也可以往前跑几步，能早点逼救嘛。对。那这样的话，时间就被园丁完美的拖出来了。这一波把教授救了，教授直接往双11角落倒，园丁原地再起一台密码机。理论上来讲，射吗？哎，哇，过半了，那好难受啊！卡了半天，结果把队友给卡过半了。对，他本身是想着我先卡个半，然后把你这个人往船尾一架，我到时候再拆离体系，这样就能打出一个4人开门战。没错。很可惜啊，就这一波救下来，其实他们不打体系，直接修大门的密码机，我觉得都是有机会够的。是。
但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控好这个淘汰进度。现在教授手上没有鳞片了，这一波应该是不太好牵制了。对，看一下小玄宝这里多久才能处理掉？哦，哎呦刀气博弈的挺好的，是的，哎呦，利用这块板其实拖了很久了，是多拖了10几秒的时间了。还在博弈，一个慢翻，是终于是打倒了。那这里挂上了船尾之后，自己再去改一下大门。园丁手上那台其实是可以不要的，他现在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外面的话大副已经在开一台新的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因为你的化险为夷，包括你刚刚的双弹都已经是露出来了，哎，确实对吧？你刚刚翻靶子有明显的加速，监管者是能知道他已经没有带一个回笼反照，一旦他要再出个面，监管者直接针对他，这局就能打一个3抓面。是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半状态的，如果瞬间被找到的话，其实是最好突破的一个角色。现在大副被赶走，看一下3台密码机的分布啊，角落1台，然后大门1台以及大船上1台，3台密码机离得还是比较远的。是的，一块怀表先使了出来之后，后边再能不能再偏出一块怀表吧？回数，这里第3段表还是摇到了，想蒙一下，他想把大副先击倒了，到时候再利用传送去守另外的1台密码机，抓住这个园丁的机会。是的，大副这边15秒的 CD，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大副给打倒吧。这个表可能也传送了，还要再追吗？想打击倒再传送吗？这样的话，求生者在这个地图其实是要跑很久的，地图比较大。但是现在表还有2秒钟，这块板很关键啦，博弈到了。说这个怀表就算是好了，他也不能用，因为他这个怀表得用在开门战，得撑住自己一个时间。没错，现在一个传送落地，园丁的一个位置再往双11转，是这地方还是能够拖一会儿的，感觉有机会能拖到大副交绝处逢生之际。对，毕竟手上还有一根魔术棒。而且等大副一会儿过来贴救援之后，他自己再能去拖到那边大门点开。哎呦，这边还把隐月给断掉了，是还能拖一下时间。是，园丁手上还有根魔术棒。不过正常来说，如果打倒的话，他还是有机会多抓，毕竟园丁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是，现在密码机可以直接亮了呀，对吧？就看一下这一波翻窗完有没有机会打倒吧。魔术棒可以用，要用吗？用了，摇掉了。监护者在预判。但是这样的话还是没有回光返照啊，这个点还是直接通电，求者应该已经贴到了大门了。传送时间不够啊，这时候大门要是能贴，门是能开完的。是。再骗。哎呦，这个位置真让园丁给牵制起来了。对，主要还是前面有一波断的隐月，非常的可惜。那终于还是打倒了，但是求者的门还没有贴上。大副刚才应该是交了志气以后，想上大船去帮忙破译，结果上到了一半。通电了，所以他又跑下来，所以离门非常的远。对，看一下大门，大门，哎呦，直接回溯吗？他看到门口没有耳鸣，他决定回来先挂。他想拖自己的传送时间。是的，因为他走这几步的话，你只要门没有点，那么我这个传送时间是能优于你这边的门一个点开的时间，我先还好的。没错，我确定你门口没有耳鸣的话，我回溯防止园丁交志气，这样的话局面会更乱。那他现在这波排人可能就得去考虑。排中间卡着的这个人了，但脚一直在卡，你这还不如用传送呢。这门是能点开的，手上有猴是能出去的。是的，那现在大副爆乌鸦了，他还有机会留大副。大副手上有一个表，可以触发4人员强行救人。有，但是我觉得可以打呀，你把4人员打出来。刚刚那个位置我感觉是能直接预判打的。是的，他打的话，大副这个距离不一定能够冲出去，毕竟他还可以传送卡位。是。那现在看一下求生者这里的一个安排。对他得卡位，再打一刀，还是2个红圈。园丁能走吗？园丁刚好倒在了门口，就差一点点，差1秒的时间。是，其实如果园丁去走110窗的那个窗户，交一个窗弹，我觉得是不是更有机会一点呢？就他是一路走直线过来的，并没有触发他的一个膝跳反射。是的，就可能就差那么一个膝跳反射的一个小距离了。是，那这样的话也是双方保了一个平局。哎呦，哪边转呢？其实，在前期啊，你求生者其实是一个有点能打个4人开门战的面。是的，本来是能3跑的。对，然后变成平局的话，我觉得算监管者肯定是能接受的。是的，但是地图又是湖景村，对吧？湖景村的割据只被保平，那求生者他说我也能接受了，是吧？就反正算一算，两边都不亏。对，因为毕竟求生者这个阵容的话，它是有2位求生者没有选择带回光返照嘛。对，那是有可能在中后期被针对的比较惨的。但还好，园丁在后边
他撑住了。你如果说是没能撑住，你先打了一波上野的节奏，是那么大副就得过来进行救援了。对，大副一过来进行救援，他是没有绝处逢生的。监管者肯定知道，因为而且密码机一直在要破译。对，而且你的表是有可能被逼掉的。对，那一波被逼掉的话，其实大副在开门战他的一个生存环境还是会比较差。是的，因为对于你监管者来讲的话，我就是再击倒你，你就没有自己了，你也没有说是能有个回光返照的帮忙了，你必须要你的队友来摸你。那你一摸，你门是不是没有破译？那这局面其实监管者就能扩宽到能有个4抓的面了。没错，没错，其实一切都是伏笔吧，主要还是园丁在中后期的一个牵制确实成功拖出了很多的时间。是，不然的话，像你说的那样，他开门战不管是打大副还是说打园丁，他都有争夺的机会。是，园丁没回光返照，大副没有绝处逢生，这两个人只要随便打一个，对于小玄宝来讲都是可以争夺的。是。最后时间其实也算求生者这边撑的时间撑得太久了嘛，没给到监管者这些机会。是，再往后边讲，其实还没多大看到，就是说是有个，好像也就是卡脚了，对吧？在大门那波影月的时候，他如果说那个速度能赶上，其实咒术师那个门应该极限开不完的。没错。那我们来看下这把的下路数据，乃维是牵制97秒，然后咒术师这一步牵制了8秒，亏了264的一个数据，然后大副是救人1次，牵制54秒，羊驼97秒的牵制。没错，小元宝这边是破坏版的数8次，命中求生者次数10次，然后决定击倒次数是5次，文震慑次数呢也是2次。是的，羊驼这把其实在前期的牵制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因为他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园丁以及咒术的密码机都已经破译完了，是，然后大副那台其实也可以等到园丁救完人以后，他再跑过来救援，也可以去帮助教授在椅子上多拖几秒钟，毕竟他有10乐园，他是没有那么害怕被卡住的。抓机会抓得太好了，监管者闪现你失误了，他抓住了，你后边的牵制时间他也牵制了一个差不多近3台的密码机，是，再加上你这个阵容他还有个园丁的，我再把椅子这个拆掉，你再敢挂过来，这个挂椅的时间其实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没错，而且当时那个节奏来看，其实淘汰进度已经非常极限了。当时小玄宝就卡在了你如果救，你就会被震慑；你不救，他就会过半的这么一个进度出刀的。是，能早点过去会更好，对吧？是，毕竟他其实站在板后，他是可以续盾，然后加板弹进行一个无伤的转到椅子面前的。还是想卡的时间卡久一点，卡久一点能让队友的密码机破译的更多。是的，是的，非常的可惜吧？是，整体来看的话，感觉这一把双方都是有给到一定的机会。对，就还是希望可以调整一下状态吧。两边其实都想拼，我们也看到闪现想着急过去闪现，就是为了争节奏，让对手的密码机能够更少的破译嘛。然后你其实求生者他想要卡的那么满，其实也是为了能让自己的队友密码机破译的更多。毕竟你这个教授牵制的密码机，它不是一个稳3台，是的，还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密码机呢。如果说其他小地图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稳3台了。对，毕竟地图比较小，赶路的话会快一点。但是湖景村来讲，你可能说还得把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再减个10%、15%这样子。是的。因为你是算上赶路时间了嘛，你赶路时间呢，它还是要算一个20%的密码机，或者说10%啊。是的。看一下吧，看一下双方换边以后战况如何。因为其实今天是 IVCCG 的一个主场嘛，是的。那他们选出了这样地图来讲，监管者没有拿到优势，那可能就得靠自己家的一些求生者去打出优势来了。毕竟选的这一张湖景村，监管者也一定是要打出自己的优势。那么你这个4大天王要不要拿呢？你上来这边是直接先拿一首歌剧，你要拿什么角色跟歌剧进行个代替，或者说进行替换？是的，是的。因为角色池来讲，我相信湖景村每位选手他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些绝活角色可以掏出来打的。对。那现在关键点就在于他掏什么，或者说他要不要在队友保平的这个基础上去主动进攻，争个3，对吧？湖景村争3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湖景村杂握商、排球手、歌剧、喧嚣、跛脚羊，还有哪个吗？艾维是啊。然后其实也有说法，就看这个选手的话，他到底练的有多了。其实像鹿头、蜡像这2个角色，他也可以拿出来摇摆啊！我最近碰到鹿头啊，鹿头那个卡位勾我真有点受不了。哎，你要是玩个佣兵，玩什么自己一个单救人的角色，你是真救不下来，有点。是，因为你不知道他鹿头会在哪一个点，他突然站定，然后在那里等你。他可能每一个椅子附近都有那么一个点位，就是你得小心的那种点位。太多了，你防不胜防。是，就是你可能得防他卡你，然后你还得防什么呢？防他把你勾出去，变成卡过半那种情况。对。有的时候你要是回光返照，他要亮了或者密码机还好的时候，你在那里等，他就耐心的我不打你，我就硬拖。对，你也没办法，所以就很推荐我们的2位角色了，一个飞行家，一个气象，对吧？飞行家的话，你可以用悬停，怕被卡住；气象的话呢，就可以用强风把监管者给推开。是，选手这边也准备好了，上来一批怎么去预判对面选角了。是的，而且
部分选手嘛，他们肯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线下，可能心理上的一些压力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发挥和操作。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于他们来讲也是第一场嘛，所以不用那么紧张。而且队内的话，2位教练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平常都是在家里打，你现在对突然面对有一个观众的场景，那其实自己心里不紧张，我感觉都是不可能的。是的，希望教练开导一下他们，对吧？安慰，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两边都是有经验的，是吧？是的，那教练经验丰富呀，他们比赛经验那么多，对吧？没错，稍微传递一点，传递一点自己当时怎样不紧张，对吧？因为毕竟你要说是上来你要紧张，可能会吃个口香糖，对吧？对，零点压，然后跟队友开玩笑，对吧？聊聊后面的战术什么的。哎，看方鹤在这里一站，那就显得很放松。对，那小手还插着兜。是。那现在就安排任务，对吧？然后看一下你们后面进去以后要怎么样。哎，我们在这里说悄悄话啊，方鹤听不到，他的选手们倒是能听得到。哎，是的。我们看一下郑宇昭这边的一个角色，他是擅长的前锋以及拉拉队员，而主要是帮忙队友的了。是，而且在 OB 方面还是说辅助方面，看来他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的。他比较擅长拉队友，但是他喜欢的角色呢又是那种能够直接 OB 到队友，他是2种不同的风格。对，但他自己毕竟是喜爱了，你肯定是会玩。他自己其实手上的角色其实能打的。我们现在也知道嘛，排行榜里边的一个著名的选手呢，他其实会的有很多了。哎，确实，这也是小蓝擅长角色是不动伤，然后喜欢角色也是飞行家。对，他是 IVL 的一个训练营选手啊，曾经也是参加过我们的训练营。是，对他来讲，其实对于我们比赛的一个氛围，可能会感受的更多吧。别说不动伤这角色，其实是在第一局也是可以考虑直接拿出的。是的。然后包括飞行家其实也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救人位的一个处境还是比较危险的，经常容易被拦截嘛。是，那我们看一下月环这边的一个角色，他的擅长角色呢是祭司，然后现在角色是不动伤。祭司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他们其实在对局中拿出来就是双弹飞轮，或者说是你双弹加化险为夷，没有说是能直接去携带一个回光返照的了。是的。其实现在登场率确实比较低了，对于祭司来讲，但是之前经过了一波小加强嘛，就是他在释放自己的技能打动的时候，可能速度会快一些了。对，那么监管者他在一些极限情况下出刀，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去打断他的一个道具了。是的，那我们看一下粉球这边的擅长角色是飞行家，喜爱角色是先知啊，也是首次参加 COA。是的，作为队内的签字位，我相信队友也是非常的信任他的，肯定是他有一个过人的签字能力，才会让他来担任这种签字位的一个重担。选手擅长飞行家的有很多啊，我们两边其实看下来应该有4位以上了。哎，确实，这个角色这个版本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密码击破1块，然后你还不好拦截。对啊，悬停加喷我就直接到了椅子面前了。是的，而且你追他的话，他的一个牵制能力，3组背包是能够牵制很久的。对，那我们看一下吴奇这边的角色啊，擅长的是破轮，然后喜爱的角色是使徒。哎。哦，那胡锦春的话是有机会上的，别说还真是有机会。对，就看你求者这边防不防了。但敢不敢呢？毕竟你现在面对的就你自己的绝活是已经明面摆上来了，你明牌了。那么对面求生者其实他也知道啊。对啊，我上来我直接选择一些什么，我3窗啊、木屋啊、大船，我大船甲板的点位我就一直跳下来、跳上去、跳下来、跳上去，对，能怎么办？你破门其实也难去转到1根刺。是的，其实胡锦春他不算特别优势的一个破轮地图。对，我觉得破轮更优势点地图还是偏向于唐人街以及月亮河这种，对，没有那种固定长窗的这样的一些。是的，因为在胡景村，你长窗它还不只是个长窗，它还有一些模型比较宽，在那里挡着，而且它是连续长窗，对吧？像那个小船那一片，其实破轮是非常非常难追人的。对，那你想追小木屋呢，你还得考虑带手封窗，是你在你自己的一些天赋上面就得很头痛了，就得考虑怎样去携带。就跟刚刚的小元宝一样嘛，他们2个监管者呢，其实都是比较偏绝活，但是你的这个绝活是有点难打出一些效果，毕竟在比赛上就是这样，会被针对。没错，这也是期待一下吧，看一下他的其他角色怎么样。因为作为先发的选手来讲，我觉得他一定是会有其他的4大天王可以配合着去摇摆的，是不会说我上来破轮那就真破轮。因为胡锦春这张地图还是挺适合各种各样的角色去发挥的。哎，弓箭手要不要上来试一试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因为弓箭手你不仅能防他的4大天王，对吧？还能放破轮。对啊，让你破轮不敢拿出来。破轮打弓箭手，说实话是非常难受的。对，你变身我就一个后撤弩。它有点像之前那种什么喧嚣的感觉。喧嚣就是，如果说你举人的时候被打断，对吧？那可能说你还得重新上3个球。那你打破轮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他只要打下来，这个人手上他是有道具的，那么他跟你拉开距离，你是没有办法快速再把他打倒再上挂的，对你不舒服。会被拖很久。甚至我觉得求真者好像也可以钓手鱼，就是我直接拿个木偶石出来，我放在双十一，你敢不敢拿破轮？哎，你要拿破轮，我在外面又去补一个 OB 位，其实也挺香的。那我放2个鱼啊，我再来一手医生，鱼是不是会有点太多了？养鱼塘呢？那外面再补一个 OB 位，对吧？我就摁掉你的破轮出来打，我就给你2个突破口。那你打的话，我其实一个 OB 位它就能够让你很难受了。是，但是如果说你拿其他的单刀型的话，它这个医生加木偶又会让你非常非常难受。是的，你要是拿其他的角色，你养的这条鱼，说不可能就是它有可能会变成一条鲨鱼。确实，确实，不是一下反咬你一口，你这不受不了的。你单刀流其实打医生啊，打什么或者说是木偶师的时候，是，但外边要是有个什么咒术师、弓箭手射下来，那又相当于是个满状态，还能再牵制。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局下半场的一个 BP， 是直接搬掉了先知以及园丁。看一下求生者怎么选择吧。先出了一个古董商，是的，古董商加大副。来看一下57他的第3手，直接把气象给搬掉了。两边都是把大副给直接进入到全局班位了。搬气象的话，其实意图倒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气象确实是比较万金油，他打任何今晚他都是有一手的，哪个角色都可搬。求生者先抢了飞行家，最后再按掉一手木偶，那就不太像破轮。更像是单刀型的，因为你其实园丁，然后包括木偶师都是比较克制单刀型监管的2个角色。对的，求生者最后一手补了一个法罗，大胆啊！法罗作为一个修机位来讲，它的一个破译能力是很强的，然后在当前版本呢，也是能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我觉得他在破译位来说，他的一个牵制能力算是比较不错的了。是，这阵容有点硬啊，拿什么角色能好破呢？就哪怕他这个时候去拿一些4大天王方面的角色出来，他也得考虑自己怎么去破掉法罗的那个隐身那段时间。怎么你的意思就是快速接近？因为他这种他肯定是想追法罗的呀，对吧？你飞行家、古董商放在外面看也不想去看，但是你如果说追法罗，他拖起来的话，其实外面的破译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甚至有可能说最后来个倒海边这种地方，让古董商稍微 OB 一下，拖一拖时间也可行。看一下57的最终选择吧，因为对于他来讲，这个时候破轮肯定是拿不了的，拿不了。阵容有点太针对了，你法罗，你这转眼圈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使徒想打个明显针对，对，而且使徒安的话，他应对大副是有一手的，然后应对法罗的话，如果说你距离保持的足够远，在远处去使用自己的技能的话，他也是有机会能够快速处理掉法罗的，跟大副的一个处理方式差不多。那这古董商应该选成无了，然后双11是给到飞行家，法罗放到大船，大概是这样的选点。是。但那样的话，可能使徒他就直接躲到船下去了。对，这样的话就快速进入一个追击节奏。就看你愿意抓木偶的古董商，还是说是抓这个大船的法罗了，对吧？2选1。而且对于使徒来讲，他其实中后期还有一个好的点，就是没那么害怕古董商的 OB。是，一只猫换你一个飞轮，然后下一波的话就可以稍微直接把人给强挂上了。没错。接下来就看看天赋，看使徒这边是不是底牌加挽留。选点的话是直接把中场让给了使徒，这样的话也能封到大船的密码机。那这应该是要找古董商了，也不好说，他也有可能说赶一下大副，这样的话大副往外走可能会跟法罗那边撞上，1追2以后再进行追击法罗。哎，先逼块怀表，反正也是赚。因为你大副他是怕使徒的呀，对吧？他是有可能说远远的你就必须得交表，你不交表，我可能说上来一只猫我就直接拿你一刀，那你节奏就很差了。现在看到有的使徒是直接上来就放猫，放住那边小屋的门口，那门口那猫老大了。哇，这把只有1个回光返照啊，求生者有2个双弹飞轮加一个双弹化险为夷，3个都没有带回光返照啊。57带的是一手底牌加挽留，他的一个技能的话，有可能是携带一手移形。对的，
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对局是由主的监管者对阵 IVCCC 的求生者，由解说小木木和解说鸭景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这只猫是直接往船下放，那这个点位的话，大副也是往大船跑啊，果然是进入了一个1追2的节奏。法罗窝在里面，他也不太敢走。现在就是想让他直接使出来啊。没错，这是一只探路猫，哎，往回走，也算是骗到了监管者，跳了下去。尝试蒙一下，但是人已经跳动下去了，第一个表已经逼了出来。但是现在无锡再去找人的话，他可能会错误的往海边排啊。哦，没有去，目标很明确啊。要不就抓大副，能找到法罗吗？对他找到了，看到了。对，那个点位应该是能够远远的看到法罗。那他这个排人的位置非常准确啊，他没有怀疑这个法罗去海边那边进行破译。这只猫应该是没法咬到了。打这种打的太多了，哎，直接沉默到了。是的。交出一个权杖，但是人反而是被沉默暴露到了一个位置。哇，这一刀拿得非常快啊！那下一波他可能得考虑再放一个权杖，让自己快速进入隐身状态了。这手里是个闪现，只要接近了就接闪。密码机现在完全不够，翻窗了，要接闪吗？在骗，飞轮给骗出来了。是的，飞轮骗了出来。那这一波再续一个权杖，让自己快速进入隐身。是，能预判到吗？哦，这个猫也是咬哭啊，被骗了。那这样牵制时间就有点久了。刚手上是有闪现的，这里可以考虑直接，没交出来，还是有点谨慎了。是，那这个点其实可以早点交的，因为你已经确定他的飞轮是在上一波自己交过了。晚了太多了，飞轮都已经交了，那一波其实就可以直接跟闪了。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一波的追击节奏并不算快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古董商和飞行家他的破译速度非常快，甚至他们的第4台和第5台已经碰上了。如果说刚刚波飞轮直接交的话，他果断交闪，这一局其实他还有一点那个3双面，但是现在更偏向于一个平面。没错，这边飞行家化险为夷，能成功救下来吗？先打一刀，想打个 AUA。是的，回来这个猫有点慢。好像还咬不到，是。那这一波法罗可以倒一个比较角落的地方，下一波等大副破完了手上的密码机再过去救援。跟跳过来拿到这第2刀。是，这个密码机节奏其实跟上一局很像啊，但是不同的点就是在于上一局是一个过半，这一局的话可以救2波。没错。法罗现在双弹加飞轮也是已经暴露了，所以对于使徒安来讲，他这把也有机会可以去争一下上限。这化险为夷时间并没能倒得太远啊！他刚才跑到木屋方向，然后又回头了，好像是木屋应该是个地下室，我觉得。那这波再拉回大门的话，其实对于飞行家的破译还是影响挺大的。他倒在小船后是最好的，因为你倒在这个点位，你让大门密码机没办法破译。是，大副还交了个怀表，有点亏。你这个怀表要是能留到最后，毕竟他的队友还有2个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没错。那最后的一台密码机，飞行家一直没有在破译啊，破译的节奏就不是特别好了。大副想帮忙扛，下以后有隐身，这一波看一下大副怎么保人吧。猫直接跟咬，翻窗过来，想尝试这方没能抽到，强行翻了过来啊，给上自己一个窗弹。外板区你过不来呀，因为大副他在这里把2只猫都吃了。是的，他前面其实没必要去强行翻这个窗的呀，你要等使徒安去交彩板的时候再去翻会更好一点。没错，想配合古董商过来进行帮忙，但是古董商赶不来啊。只能说这个中后期的运营确实是有点乱了。对。其实不管是干扰遗产还是说保队友都没有保好。刚刚最好是你大副把人救下来之后，直接配合飞行家2个人双人破译，这样破译密码机就能直接亮了。你3人直接打开门战保平局。是。但他们的打法更像是想拼一波4人开门战。想让古董商配合一波直接打下来再开门，这样的话能去尝试着争一波3跑。是的，外面穷者也是在开心机了。现在对于古董商来讲，一个扫视没有扫到。没打到监管者。如果说能够处理掉古董商的话，其实还有机会。对的，因为对于使徒来讲，这个点位要拖一下自己的传送。哇，没有回光返照，大副还没有道具，这局面一旦要是能打到个击倒，是能有机会去争一波4了。
因为这把求生者其实天赋上面还是比较拼的，一只猫，回头打点可以指引拉回来。怎么说？这波跳感觉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距离很近，两边都在预判，而且古董商是离自己来的这个方向来的，他可能怕抡势。对，那这只猫可能要被废掉了。是，密码机现在已经85，能击倒，攻打倒，还有一波上移的节奏。大副想要贴脸直接救吗？还是说直接亮？应该是想回光返照救一波的。但现在没到海边挂。这样的话太远了呀，直接开了。是的，因为他过来不了，因为你要是过来想要去船尾，他其实在半路途中我就能先给你打击退。你再想把这个人，我双猫一咬，我能咬你2个人啊！而且他有 A 晕 A 的对可能的。如果说你远远过来的话，我一个指引放到椅子面前，然后把你打飞。所以他们现在选择直接亮，直接亮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能争取，我就跑一个，我不再去争着保平打了。一旦要想着再把这个目标贯彻下去的话，这个局面就是变一个。哎，海边的人能看到吗？他好像没能看到，就算是注意到了，他好像也想先抓一下小门。一旦要能把小门击倒了，我再传送，或者说我把他挂上再传送都来得及。没错，这个点位没道具，已经看到大副了，一波指引，这只猫应该是能咬到了。哦，太大的范围了，躲不了。而且那边椅子就在大门，哪怕你救下来，我传送过去，其实也是有机会能够多抓的。好像来不及救到粉球啊。能传送，有机会，有直接传。这淘汰进度是能救的。哎，其实救下来传大门也行。对，传大门就可以了。他不着急传，他确定人，人已经救了呀，还不传吗？要跳过去。这么稳吗？他想留这个传送回来守大副，好像稳的有点过头。这个意思。他要能早点传过去的话，那能瞬间去抓到一个人位置，然后这2个人其实也没有道具了。但其实如果说这2个人他有一个人去点门的话，他这波省传送可能就亏了。哎，这里击倒了，要是再传其实也行。那现在这个点要把飞行家先骗下去。哎，接下来了，哎，跳失误，小撞了一波头，现在没跳跃，进入到百区博弈，而且大副那边也是过半了，那边能救了。这个距离来看，应该是马上就要到椅子面前掏人了。是，现在就等下一只猫了，跟时间赛跑。这只猫如果把飞行家给处理掉的话，还可以传小门。说，但是还是牺牲一个吧。可惜刚才不是追的古董商，因为古董商是挂飞的。如果说这一波打倒是古董商的话，会更舒服一点。没错，再一波传送，求生者这个点位让挂飞的大副在这里点门，那这大副完全没有牵制空间啊。那这里直接打倒，对的，然后再赶回去。古董商不一定敢救人的，因为大门是没有进度。那他还是得救，他没道具了。对你救人的话，你可能就要进入一个死抓的一个节奏。但是你不救呢，你也很难再去翻盘了。是，他只能救，因为你现在地窖的话是在大门的，两边现在都可能知道地窖的位置了。是，他现在又没有道具，又是个半状态，没办法去撑住现在没有挽留的使徒。那现在飞行家也是过半啊，就看这边怎么处理吧。救下来，2个人现在分开点，飞行家可能要去硬点大门，然后古董商趁机跑开。没错，那门现在18秒啊，还是得先管大门，让古董商进大船，再绕小门的话，其实对吴奇来讲，他还有机会把自己的技能给拖好。他现在可以先把他牵到中场，牵到中场我不挂，我就看着，我看能不能找到你古董商的位置。没错，反正你2边的门，一边的门是点了一半，你就算是开，我直接选择挂了。他想求稳，挂上的话，最后一个求生者他爆压会快一点。对，这样的话，如果古董商不能快速贴到门的话，爆无压了。对，爆压了。门你点门也点不开，反正24秒。毕竟古董商他是有自己的一个debuff存在的。是。哇，这一波太难了。使徒湾上来要完成一个4抓，感觉还是有点没想到的。对，其实上一波他们2个人如果说一个分开，一个去早点点门的话，可能会能跑一个。但是他们也是预判了监管者这里的一个传送还在，所以反心理来讲，我觉得吴奇这一波是做得很好的。我这波拿到一波4抓，也是直接将积分比到了一个7比2，是有点没想到吧？就可能我们前面还在预判他会拿一些怎样的角色出来打，就4大天王啊、什么破轮啊什么的，预判了半天，结果发现人家就是一手使徒湾。哇，这使徒湾其实打出来的克制、打出来针对，其实都非常的舒服。你不论是打古董商、打法罗，都能让他就是说抓到一个场面上的机会吧。你大副其实他也被克制。其实我觉得还是第一只猫吧，第一只猫成功的把法罗的隐身给破掉了。对，然后快速的拿到了一刀，在这种节奏下，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偏向于求生者的。那中后期为什么会突然崩掉呢？就是法罗的那一波他没有带走遗产。如果说他往双11的最角落，或者说往那个小门爆米地的方向去跑，就你
不往地下室靠可以的，你不能再靠回大门，干扰到最后一台一产。就倒在小船后的角落，或者说是倒在小木屋的那种角落，其实就行，它不会就是说是干扰到它任何的密码机。是的，是的，因为你的队友其实已经为了救你这2波，他耗掉了自己的2个状态了。你最后的古董商想去牵制使徒安一台整机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没错，因为他们2个角色呢，它其实是一个互相克制的这么一个关系。我吃了猫，那你跳我的一瞬间，我能够点刺到或者扫视到的话，那么我可以废你一只猫。但是你如果没有释放出这些技能的话，其实古董商是有可能被秒掉的。他们还想摊分，因为为什么我们看到大副他过去帮这个法罗扛刀，或者说扛那只猫的扑咬的时候，其实，在那一波他们就想去争一波3跑面，反而这个机会没能争到，就给到监管者，我能争多抓，争4抓了。没错，那我们看到这把的销售数据，大副牵制56秒，救人1次，然后古董商是救人2次，牵制了50，也是56秒，然后飞行家84秒，也是救人2次，以及法罗牵制了71秒。是的，武器这边是破坏版的出1次，然后命中求生者次数13次，然后狙击击倒次数19次。对决时间也是打了一个9分钟，主要还是在后期的拉扯，都是比较可惜吧。这2把胡锦春，我觉得其实求生者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的牵制确实牵制的比较不错，但可惜的还是中后期上面的一些决策嘛，并没有做得非常好，导致自己给到了监管者能够去争平或者说争下这个4抓的这么一个机会。他一直在省闪，如果前期他不省闪的情况下，直接求稳就把这闪也交了。当然了，他这个飞轮骗完之后直接交闪，其实那一局就能让他有一波争3抓的机会。至少你密码机是不够的，能给他后边我运营，我能抓更多人的节奏，我能抓更多人的机会。但后边呢，其实为什么给到求生者机会，也就是因为他一波省闪，再加上求生者其实在中间。大副真的没必要去过帮忙保，他直接去破1密码机。你想想，当时监管者已经过去控大门的密码机多少？已经81了。是，如果说你大副跟他一块进行破1的话，密码机其实就够了，够压了。他们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4人开门战。对，想的4人开门战能够去争一个5比3嘛，3跑。但是如果说他直接去破1的话，那么法罗那个地方倒了，那么接下来也是偏向于平局的一个对局了。没错，那么刚刚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来看看回放吧。不要跳下来，听到了吗？你直接死大船里，他挂很久的。是大船里。修大船，我修大船。我接。好救！冲门！快走！快直闪！必须交！闪了！可以。直接救！我救！大门有事！交大喷走，不能伤到。欢迎各位回到COA9的比赛现场，我是9世阿吉，我是9世小木。马上要进行的是他们2个战队的是第2局比赛了，因为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是做这边的话先拿到了1局的大分，然后是拿到7比2。是的，他们现在的一个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到了第2局又轮到自己进行一个选图嘛，因为上一局的话是 IVCCC 进行的一个胡锦春的选择，没错。那现在就看他们在自己的一个选图的情况下。不管能不能拿下这个大分啊，我觉得你就算去跟对面保个平，拖进第3把，他的优势也还是非常的大。是的，第2局选图选什么呢？要选个小图吗？还是根据他们队内的一个角色池来看吧。我觉得不一定会选小图，因为他毕竟手上是有一手破轮在的嘛。如果说不轮换的情况下，那么有一手这种破轮，我就可以选择唐人街或者说月亮河2个图之间，让我自己多一个摇摆的空间。对。其实他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说，如果选一个大图的话，对面可能他也会拿出隐士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是因为隐士到时候我直接连一波电，你密码机在补的路程上你会耽误到很久，再加上你的队友想要帮忙，所以也会耽误到时间嘛。是的。但是选大图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呢，就对柱来说，我有一手破轮在，我的4大天王也没用了。对，上一局的话，我只使用了一个使徒，我就完成了一个4抓。对你使徒换歌剧也很赚啊。对。然后角色现在已经是被按到一个全 BP 上了嘛，是，所以说你现在在后边几手想要拿的，那你就是博剑阳、喧嚣，然后还有个艾薇，当然他们自己还会搬一个监管者，没错，所以你们就得考虑要去防怎么一个方向了。对，因为对于柱来讲，他的一个角色池使用的很少，还有一个优势的选图权。那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考虑去选一个小图，比如说我选个红教堂，让对面的4大天王打的没那么舒服，对吧？毕竟我手上是有歌剧的。对，那如果说你搬我的歌剧，没有关系啊，我可以直接摇摆一手杂货商什么出来打。毕竟他使徒安都打得这么好，他杂货商难道会没有熟练度吗？我觉得肯定很高。对，因为其实这2个角色他的一个保平的一个面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求生者给机会，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去争到3抓甚至4抓。老上这角色现在的保平面都比较高嘛。
上来的话，我先去打针对其实就行，就欺负自己能针对到的角色，你不可能上来直接去找比较能耐抓的角色。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在红教堂上地图，你不一定敢直接去冲着杂货商的一个角色来做 BP 的，对吧？你可能说在第2局，你还得考虑对面有没有那种艾维用红教堂，然后去控3年啊，或者说控住密码机之类的。那么你选出了莫武斯这样的角色，就反而是杂货商他可能更想去突破的一些点了。是的。他上来会打的比较偏凶点，还是说是要求稳？因为你要现在是要打的偏凶，我就直接把你的绝活尊重掉，是对吧？绝活尊重掉，然后后边我就打你的其他一解手天王，那赌你一手这个熟练度不高，我打出一些比较针对的角色，对吧？你像刚刚我们其实一直聊的医生啊，这种角色，莫武师，其实他们这几个第1局打下来之后，这角色其实还没有进到一个全域班，没错。所以你这个监魂者你是不可能把这几个角色全搬掉的。是的，是的，所以期待一下吧，看一下哪边会先拿出一些比较非常规的战术来。对，那我们前面聊的幻灯师，对吧？他也是有机会可以登场的。是的，现在两边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第1局的时候也聊到这个玩具商。玩具商如果说你在第2局能拿出什么像月亮河这种选择的话，我其实也可以在这张地图直接打出来优势。因为我板车我放到2站，我放到起点附近，一个板车直接跳一个点位，这个监魂者其实就会难受很久。是的，是的。玩具商其实，在我们前面聊到的一些地图，像唐人街，它的一个发挥能力也是很不错的。对，像永门镇也可以打，所以只要有一些2楼地形的地图，都是比较适合玩具商去发挥的。两边绝对都有，因为你这个角色，只要我在那里放个板车，其实就能帮助的队友很多。再加上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版本当中，现在尤其是在进入到第2局了，第2局我可以把你国奖搬了，对吧？我面对你其他的监魂者，你的角色。不管是破轮也好，还是说是隐士，其实都会因为这个角色，我会耽误到很多。你要是想要再谈谈节奏，我们先说隐士，你隐士想要再抓这个玩具商，或者说想要抓这种被帮忙的点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去携带隐形。是的，是的，都是有一战之力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2局地图的一个选择吧。现在胡锦春是已经使用掉了，看一下搬掉了红教堂，小图不让你用。是的，来看一下柱这边会不会直接点一手大图呢？方便自己的一个破轮的摇摆。里奥的回忆，里奥的回忆这张地图也算的，对吧？也确实，监管者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进行控场。是的，而且它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地图看似很大，但其实2个门还是比较近的。对。那如果说监管者他有一个比较强的位移能力的话，中后期的控门也可以让求生者去进行一个疲于奔命。这场地图破轮不太好滚的，对吧？树太多了。是。而且安全点位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多的，像201窗，其实破轮也不太好上刺。对，然后像小木屋也不太好上刺，所以看一下吧。他们既然选择了里奥的回忆，我觉得有可能在战术上面应该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有可能说自己家监管者还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一些角色，有可能掏出来打。那 IVC 这边会选择怎样的阵容？这边也是换人了，换上了狐狸。没错，那狐狸我们不用介绍，就是前锋，对吧？他的前锋场面太多了。是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他的前锋就是2个字：敢撞敢拼啊。没错，很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对，看一下这么久不见，他的一个手感保持的如何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角色？因为最近你常常在排位上能见到他能会玩的角色有什么野人呐、捕丑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前锋啊，还有就这些角色，其实都是能让你监魂者，就是你在追击的过程中，我突然出现，然后给你顶一下。是的，他的擅长角色是野人，喜爱角色是前锋啊，这2个其实都算，对，都擅长。我们深渊的最好成绩是8强，他是很有经验了，因为有的时你求生者他比较劣势的时候，甚至已经偏向一个3抓，他就知道自己的这个球一定非常关键了，我必须要补上这一球，因为你这个局能不能成功翻盘的点就在他这个球上了。是的，是的。其实目前版本来看，前锋他的一个操作性还是非常高的，那关键的是看他操作的这个人他的实力怎么样，熟练度高不高。上线也有，下线也有嘛，就看你敢不敢拼。你一旦要是拼成功，其实你就能把这个翻盘点打出来，或者说是能把这个收益点打出来。是的，有点像一把双刃剑，我感觉。对，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打好了，能给到监管者很大的压力，但是万一没有打好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把整个队伍的节奏给带崩。这也就是 OB 位嘛，对吧？OB 位其实就是这样。是。他就是要看这个 OB 的选手，或者说你这个玩家能不能有自己的很好的意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去帮忙，或者说在怎样的情况下帮拿住忙。没错。你觉得他
第2局的话，有概率上前锋吗？以狐狸的性格，我觉得可能会有的。哎，还真有可能，对吧？对。他之前其实，在比赛上他就很敢拿，经常什么第1局、第2局就套出来。对啊。现在前锋的一个生存环境感觉不是特别好了，是因为你其他的 OB 位它基本上都是带双弹飞轮，对吧？或者说你一个飞轮再加个别的。前锋的话，如果你去考虑带飞轮，那么化险为夷这个点，那可能就不太够了。是的，我们现场的应援啊，道长。其实现在能看到，就是真要选择出来前锋，你这个监管者，你在哪个点位要去防一防？因为在他这边的前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敢打呀，没错，你可能人击倒了，或者说你直接吃一刀了，你没有耳鸣了，但是你这个突然出现耳鸣，哎，球就来了。是，就每位监管者他一定有那种被前锋给 OB 的很难受的时期，是吧？有时候看到人倒地了，耳鸣一出现，他就直接 PTSD 了，就赶紧四处寻找一下，说这个从哪个方位来的。对，越是这种情况下，越得看这个 OB 位他的一个个人发挥如何。是，哎，还有哎，猫小佳这个角色，这张地图不错哎，确实，对吧？确实有可能套出来的。但是关键是在于他们能找冒险家的角色好像也都还在，对，像艾维、梦之女巫。那你有吗？你有没有藏？对，你不一定有。是，这冒险家拿出来，你这几个角色其实都不太好去找，包括你像是说到的也是破轮啊，或者说什么其他角色的，是你这个因为密码机耽误，他只要把这个数学挖出来，我就能直接强行弥补啊。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狐狸的一个赛前采访。参加世渊的话是为了不缺席世渊吧，因为之前的世渊都参加了，今年的话也是，就是过来就是打比赛嘛。就面对对面战队的准备，其实我们战队也有准备吧，只能说大家都是就是提前准备的，只能说到时候比赛见嘛。这次抽签后的分组，我觉得就还挺好的吧，大家其实都实力比较平均嘛，就感觉都是好签。是的，感觉都是好签。对，他也是觉得这个抽签的话，其实对自己也不错。但其他队伍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是的，因为狐狸来讲，他毕竟是老选手嘛，经验比较丰富。而且我们 A 组和 B 组两边的职业和民间大神队伍都分配的比较均衡。是的，对吧？比较均衡，没有出现那种一边倒的情况。没错。这一次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蛮均衡的，因为两边民间队都感觉就你刚刚说的嘛，均衡。是，数量上面是均衡的，但是可能说分到那个对决的那个对局内，对吧？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反正就是他的个人看法了，对吧？他个人现在看着比较舒服，因为他现在其实两边的队伍啊，其实一开始看到他们两边队伍，因为我知道都有熟人嘛，对的啊，其实都比较偏五五开。对，而且你想出线的话，你其实自身一定要实力够硬，对吧？你不可能说完全去。期待着这个抽签能够帮你抽到一个更好的分组，那其实是很难的。你来打我们的比赛，你想登上最强的那个宝座，想打冠军，那么你一定得每个强队都得战胜过去。是的，也看自己的状态能不能调整好。现在毕竟都很多嘛，都是第一次上场，不知道这个准备上你能不能做好，还有就是说自己的心态上有没有做好。是的，而且其实对于民间大神队伍来讲，我觉得他们可能说。在我们年前就应该会开始参加训练了，毕竟已经明确了要来打我们的深渊的话，训练的时间一定要拉长拉满，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自己跟职业队伍之间的一个差距缩得小一点。哎，我突然想到自己当初是在民间队的时候，那时候打的真的，你训练程度是很夸张的，对吧？你中午然后训练到下午，下午训练完了之后，可能就直接训练到6点，晚上还得熬夜。哎。训练到6点，然后的话给你1个小时休息嘛，吃饭的时间，然后你晚上直播完之后，哎9点又开始训练，然后训练到11点，哇，这时间其实很夸张，跟上学都快差不多了，真的非常拼了。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上半场的一个 BP， 上来是先搬掉了先知以及前锋。穷者这次搬掉了无期的跛脚羊。哎，墨师加画家，画家这个角色感觉最近登场率不算特别高，不过他应对部分角色呢还是比较有自己的一些思路的。他是不是要再配一个野人啊？还是说是拿个苦丑？或者说前锋呢？前锋已经被已经搬掉了，对，就是他一定搭配一个 OB 会更舒服一点。是的。光是画家一个角色他撑不住，
你需要一个野人。但野人的话，他就没有那种撞救的能力啊，他不像前锋或者说苦手可以去撞救，然后也不用特别珍惜画家的一个淘汰进度，他只能帮忙卡位，或者说是你这边吃一刀了，我直接顺着这个时间，然后直接给你攻走。没错，但是画家跟陆练的话，其实也是有体系的，是，他也可以打一波倒地，然后秒反，这样的话保证画家在前期不用救人位去浪费自己的状态来救援。第4个角色是班的奇象，穷者这个阵容下限会非常非常的高，有一手陆练的存在，然后画家不管你被不被追，就算不被追，也可以通过中后期的一个陪跑啊，来让队友牵制的更久一点。班气象的是哪一个角色可能性比较高呢？班气象，我觉得很多角色都挺讨厌气象的。对，因为里奥的回忆这张地图嘛，有点模糊。对，它有挺多点位可以让气象去进行一个发挥的。前锋佣兵有点怕救人，然后也怕 OB。救人方面他想要稳定一点。看一下怎么说吧。因为上一局的话，他是拿到了一个4装嘛，这一把的话压力就不用那么大。所以我还是感觉他有可能艾维，艾维打这个阵容的话，穷者这边倒是没有特别强的回状态能力。是的，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吴奇他自己的一个熟练度如何了。这个阵容其实野人他也不太好打，就你野人你过来救人，你是有可能进入一个双倒的，或者说救不下来的这么一个情况的。没错，这阵容双弹肯定很多，你这个双弹一带上，在这张地图。你艾维不是很好去跟的，是，对吧？你这边通过陶片，你传送过来，你想要去拿一波刀，或者说给他想要上一波侵蚀度，我管你3021，我板弹就走了，是，对吧？对于求生就是这样。不过2阶以后就会比较危险。2阶以后，如果你还是选择交板弹或者双弹，可能刚好加在陶片里面被打断，就走直线，只能走直线了。看一下双方的天赋选择吧，以及吴奇他的艾维的熟练度。因为其实艾维在这个版本4大天王普遍削弱的情况下，就他没削弱，那反而是他的一个地位拔高了。没错。双方的一个选点，中场的画家，大房的木偶师吗？把陆练给放到了小木屋，这是打了一个反心理，想保护一下木偶。对，但其实你面对艾维这种角色，你就算反心理，他其实去外面找你也很快的呀，伊森的那个赶路速度。对他来讲不影响，反而是对木偶师在大房更好牵制吧。毕竟你的楼梯嘛，你楼梯这种高级差，他吃的这个侵蚀度会更少。对，可以卡一个陶片。对。还有就是我在大房我不用着急求击，对吧？我在2楼那边的一缺口处一卡一蹲，对吧？背后朝向是在后边的缺口，那其实这个陶片你就不会生成在脸上。没错，他这个路线的话，就可以考虑先去用异世人干扰一下野人，看能不能白赚一个陶片，然后再去用本体跟着陆练师。找机会追击突破他。是的，不过陆练师的话，他可能带双弹加飞轮啊，在前期的牵制上会比较舒服一点。看有几个没有带回红返照的，还是3个啊，木偶师、入殓以及画家这边都是没有带回红返照的。反而这边画起文艺是有2个的，一个木偶师，一个野人。是的，那武器这也是张狂加挽留。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做的监管者对战 IVCCC 的求生者，由解说压计、解说小木为你带来实时赛况解说。上来伊斯人先招出来，是想用医生先去大房方向干扰一下木偶师。是的，所以木偶师也没有在楼上卡，是直接开追了。对，他是选择在1楼直接破译了，有点没去防，没想到监管者会大胆的直接过来进行追击。没错，而且如果这里艾维他的一个吼时间吼的好的话，你的路易不一定能交出来的。刀难拿呀，他的窗弹现在还能再用一趟。是的。前期的话肯定是绕起来了，但是无所谓，因为对于艾维来讲，他是有机会可以用闪开这么一个打法的。没错，闪开，然后补第2波寄生，直接把人给秒掉，出去干扰。
野人这边他肯定是没想法的，除非你野人直接吃满70度，但吃满70度他也不太敢尝试吧。两个窗绕的还是比较久。是的，59、70度，现在没有满到60以上。野人故意吃满，就想骗你监控者过来，但是监控者完全不想去对你有任何的想法。这里下一波附身马上好了，这个窗户可以考虑直接架住。 61，提前预判喷，而且先交了一手路易，是那下一波就比较危险了，想走到脸上来，但是转不走啊。这地方附身一波，你还得快速的逼出下一个路易。这位置不太好交闪，你交闪呢，他就能直接去放。是的，再交一个路易，眼神。 但是这个持续时间是够久的。哦呦，想按闪估计没按出来。这里如果再交一个窗台，这个距离又被拉开了。落地99，交掉了，用自己的失去顶掉了侵蚀值。野人要帮吗？好像不是很想着帮，因为一旦帮了之后就给他一些存在感了。没错，但是等等，这个位置好像是有说法，能帮吗？帮不了了，被迫交出了闪现。对，这里还得再考虑重新附身一下野人。哎，野人想操作一下，抖了一下95，哎呦，可以多拿一格存在感，还是比较舒服的，让自己更快的到达2阶。他想喷完之后直接一个预判拱，但是他本体太满了，对他本体和伊斯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嘛，也是比较难操作的。给个化险为夷，然后化险为夷之后倒走。但是前期的一个追击时间花的还是比较久啊，野人有点危险啊，毕竟打艾维你也是需要靠预判的。先拿一刀，也是给自己开到了2阶，成功救下。这样的话，木偶师不一定有太好的牵制空间了。他想变身去2楼翻窗，是。 只要能够到2楼触发一下自己的膝跳反射，能打断吗？可以多拖一会儿，好像来不及。附身，但这一波是有膝跳反射，是的的一个加速，54的侵蚀值吃不完，好像能拖很久啊！这一波是因为你下一波异世人就算吼到了，也没办法拿刀，多撑出20秒。外边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只能期待到时候画家或者说入念过来救援一次。 最好是画家反区博弈直接打倒。那这一波看能不能挂到遗产吧？能干扰一下遗产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他们是最想的让本球这边过来把画吸出来。你只要这个画吸出来之后，他就能后续帮忙，或者说在他们站我都能去防你一波。是的，但是可以看到200一窗这台密码机已经很多了，87的一个进度。他不会松手了，我就一直破译。是的，因为已经知道你是带着张狂的挽留，直接传过来，无所谓。飞轮清了一下，下，躲了这波刀，再一抽没能抽到。没错。 这一波落地比较可惜吧，那个侵蚀值刚好是跌到了90多，但是现在也是干扰到了，成功干扰到了。如果你画家救下来的话，可以直接传回去。是，刚好有一个2阶，还有变身，但是2阶这里木偶师是没有吃满，只有50多。看一下用击消一次，继续再清空一下，哎，打断了，提前吼了。是，那这里想帮忙扛能来打到吗？ 哎呦，还是让画家给顶住了，但是密码机可能要够了，要够了。现在的点在于木偶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错，所以说直接亮。是的，而且他算是被绕了一波吧，被绕到身位，开门战直接被秒。但这把对于艾维来讲还是有机会。我这波就过来救人，画家的画并没能吸得出来啊。我们这边想要硬开，但因为刚才你救人的时候难。 其实艾维一直是靠在200一窗的位置。是，哎，这里一人是在迟疑吗？啊，对，干嘛？门已经开了，先打野人。入殓师想强闯，哎，100的侵蚀度还能再击回来倒一个。但是无所谓，我觉得先挂野人吧，先挂野人，因为入殓师那边是可以反生的。得先把野人给挂上，画家的一个位置也在大门啊。想吸画，他想把这个画吸出来。对，想放画，直接强救。 还是画先画了，哎，但是还没能吸出来。现在刚因为2级已经交了，先把刚刚画了一半的画先交出来。没错，现在画家的位置被架住了，他往外跑，他交闪，因为他这个闪只要交了，我不会管你入殓了，你入殓你爱反不反？是的。现在先击倒之后，我把你画家也挂了，再回去找这个野人。对，野人的一个位置，看一下他是野人现在自己往哪走是多少？是不是有点久了？野人起来了。是的。 那这样的话，野人应该是可以安全的出门的。那入殓直接走吧，野人这边也是直接弃出走。没错，时间还是没能管住，因为在无期那边的一个角度，他其实是想把这个人直接闪倒之后，我挂一个附近的椅子，再着急回去把这个野人牵上。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不用这么去着急挂这个画家的，他闪倒以后，他可以考虑直接
把医生给拉回去，然后附身的那个陆练，你再下去把野人给挂上，可能会更好一点。是的，那你如果说传到了陆练那个位置，野人直接交了自己，那么你其实还是有一波操作的空间的，你可以拖到野人的那个猪自己下猪了嘛，然后再去跟他们打，因为其实挽留还有蛮久的一段时间。自己的进度太多人了，他可能就是说自己会有点激乱，因为他自己是直接把这个野人直接牵起来了嘛，我先牵走了一段，所以说是少算了一些时间。是的，是的。而且更关键就是那个椅子他没有能刷，他击倒其实那个位置的话，照正常照其他的局势吧，可能会那你再刷一把椅子，直接就缺口的挂了位置，对，直接就能挂。挂了之后我再回去去找野人，其实也能有一些说法，但离椅子实在是太远了。没错。当时他是跑到了集装箱的那个去挂，然后再控伊斯人过去，野人其实已经足够交了这个自己，再起猪出门了。是的，那6-7秒时间，如果说是能利用到过去针对野人，或者说去牵野人，野人即使起来他也能打一个情人刀。是，我觉得比较亏的点还是在于他前面在大门控伊斯人往大门走的时候，他有一点犹豫。没错，他拉过去，然后又往回看，又往前拉，又往回看。那段时间给到了求者把门给点开这么一个机会。如果门是没点开的话，那么他这把基本是可以争多了。对，这局至少是一个3转以上。是，如到时候过去附身，野人其实他想往后拉你是不可能的。包括野人他移速也比较慢。对，而且陆连师那个位置，他倒在了大门口的话，其实没有爬出门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他还是比较危险的。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边郑宇昭的一个会议。是8%，然后牵制了147，然后狐狸这边的话是牵制了35，然后破译了109，然后月怀这边是破译了200，然后牵制23，花家这边的话其实是牵制了28，然后破译了191，就人1次。是的，那57这一次坏半的2个，命中了穷者9次，击倒了6次。其实他们的一个前期牵制确实牵制的非常不错啊，比较可惜的点还在于回光返照只带了1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管追随，我觉得都是有很大概率可以让你在开门战有机会被金玩者给直接秒掉这么一个情况出现。没错，本球他那个孵化没能提早吸出来，他要是能提早吸出来，其实能帮到木偶师，我能转一个大点，对吧？进入到大房，你这个监控者其实就很难进一波追击了。但监控者其实一直没有给他一个合适的角度，把你这个话合适的吸出来。因为你来救人的时候，他的一个本体是在入殓师那边的，在管着200银床那台密瓦机的。然后等你救下来之后，他传送回来，那个时候其实画家好像是跟木偶师有一段分开的时间，2个人可能没有沟通好。没错，就导致那幅画一直没有到达可以画的那种程度。是的，求生者就可惜在那幅画了。你要那幅画能画出来，他就能保住木偶师的这条命。开门战就对你4人开门战的时候，你监控者就不是很好去针对他，已经没有那么快的能拿到他的刀。没错，如果说在开门战的时候多一幅画的话，其实确实是有可能让伊斯人到不了大门的。是因为当时他把人给挂飞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门也是刚刚好够开了。对的，如果说多一幅画的话，一定是画家也能够到门口一起出门的。是的，我就原地一放嘛，你爱看不看，你看了我就直接走。轻度其实他也是不会吃的太满，甚至他也可以把那幅画放到门口去，可能也是有机会可以让艾维那边没那么舒服的把人给留下来。对的，这样正常保平，其实求生者就挺能接受的。那就看一下双方换边吧。这一把平局的话，我觉得对于 IVCCG 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力吧，毕竟在第一局中是丢掉了一个7比2嘛。是。看一下他们在这一局尽量能不能争一下吧，我觉得得争个5比3回来，把大分给争平。这样的话，第3局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是的 ，IVCCG 监控者现在是必须要去争一波3抓的嘛，争个3抓，他积分压力就会小许多。你如果说是这一局还接着保平，那么你在第3局你还是要还回去一个7比2的。是的，是的。所以你在第3局去争4，那你还不如这一局先去争3。是。其实对面求生者现在可以求温，也可以说是我如果看到机会，我就直接3跑2比0带走。是的，是的，都有机会吧？我觉得，对于两边来讲都有可能。毕竟这张地图嘛，我们也知道它在中场是有一个大房这么一个建筑，对吧？那如果说围绕大房去打的话，有很多体系是可以操作出来的。我们其实刚刚说的就已经数不完了。你猫玩家对吧？个人我就能打出来体系，我就一直单领修嘛，你扛不住的。是，你隐身拿出来，你其实都有点难受。没错。然后还是说是园丁体系，其实在这张地图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如果说是有的话，其实也能打出来。包括还有什么玩具商啊，确实。还有说是能一些软辅的体系，你包括昆虫，你在大房虫群那一堵，我2楼能绕好几圈。没错。还有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像古董商、勘探员那种，对吧？如果说你从2楼跳下来，有一个 OB 位在这边接应一下你，那你也是可以靠个人
去多牵制个好几圈的。没错，辅助位置的也很多。但我觉得是他们主动去选出的这样地图嘛，那肯定是有准备一些战术在上面的，不管是求生者还是监管者，都是有可能可以打出来的。毕竟是助选的图嘛。是的。话说这一局貌似好像可以抢一下幻灯师了，哎，对吧？幻灯师可以去针对到你对面的监管者，还有就是歌剧这个角色，反正也已经没了，是对吧？你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喧嚣，但你喧嚣在面对这张大图，你要去冒险去抓这个幻灯师，你先中间算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就已经很多了。是的，是的。而且喧嚣其实在当前这个版本嘛，经过了一定的调整，它的双龙惊喜的 CD 变长了，是，所以感觉不一定会这么快拿出来。我觉得有可能在偏后的对局中偷偷拿出来阴你一手，就是你没有 OB 位的情况下，对我可能说尝试拿出来看能不能打个突然一击，是，让对面防备不上嘛。是，毕竟你再怎么削，对吧？可能说多加了几秒的 CD， 那人家之前也是4大天王呀，是也是很强，统治过几个版本的。4大天王现在就犹如过山车一样，下去了，上来了，下去了，上来了哈。对，一直在调整嘛，对，一代版本一代神，所以是看看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哪个队伍他们更快的适应这个版本，那么他们一定是能够率先的出现的。现在版本更替会比较快啊，很多角色其实都会从4大天王那个做，对吧？我做一下，然后下来了，做一下，然后就上来了。确实，确实，很多角色其实现在就是看一个针对，我能不能针对的更多啊？你克制。对，以及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些，你要熟记各个点位，在哪些点位上有什么快速的追击方式。是。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下半场的一个 BP。哦，先班的机械加先知，还是有小玄宝上，有点像隐士。上来机械师是有点，就怎么说呢？他是防备机械师去扛伤害。是。那这里求生者直接选择了勘探员以及佣兵。没有考虑我们前面说的医生，还是求稳一点。不过你是双弹飞轮的勘探员，我觉得应该得是，不然的话自保能力会太弱了。双弹飞轮的勘探员有利有弊，就是你的利呢，就是你在牵制上你是不需要担心的。弊是什么呢？到时候开门战，你这扛杀害你随时会倒。哎，把幻灯师搬了，那很隐士啊。那这里真不考虑来个回状态的吗？要防吗？调酒、心理，你不拿医生，其实气象也还在啊，对吧？拿个气象出来打也行。气象、调酒、气象了。毕竟自己又能牵制，又能辅助队友，还能够给自己调状态。他能1摸2，就同时调2个人的状态。对，我把这个暖友放到旁边，对吧？你这边呢，先吃一个暖友状态，然后我同时再摸人。是。看一下最后一手，牵制位还挺多的。飞行家也在，然后像杂技这个地图也能打，把古董商搬了，觉得会出2个 OB。他本来是冲着一个角色进行的搬位，然后你这3手角色选出来之后，他好像直接有一个回马枪，我选其他的了。可能想打别的了。飞行家有2个可以飞天的角色，这个阵容我觉得你再去摇摆的话，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突破的，牵制能力太强了。对。可能说你针对勘探员的话，有一点机会。搬古董上，前3手挺隐士的，但是最后这一手有点变了。隐士说实话也不太好追，这个阵容，飞行家、气象都是有机会能够规避掉你的技能的。他不能是守夜人吧？哎，守夜人吗？我只是在猜啊，那就因为他手里其实之前更难打了呀。对，但守夜人打这个阵容很难打的。那你搬古董商这个点，我在猜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会做出这样的 BP？搬古董商的感觉就是更偏向于走地型的角色，就怕那种突然过来帮忙，翻个窗一棍，翻个窗一棍，对，然后围着大房就开始绕起来了。是。但其实我觉得勘探员也是能起到这种效果的。是有。他如果说第1台密码机修完，3个磁铁带着过来 OB， 也是可以让求生者牵制很久。是，至少20秒嘛。3个磁铁在那里拖。
看起来还真是守夜人。我就在想，他搬古董商是不是这个意图？但你想来想去，就是个角色了。对，守夜人的话，其实他也是有一定的下限的。如果说在开门战之前能针对掉的挂飞一个，也是有一定的保平能力。但他带什么呢？问题是在于，我觉得天赋方面肯定底牌还是得带吧，对吧？底牌挽留嘛，因为这个地图其实窗户它不像歌剧那么需要去封住它，它可以跳完窗以后，对，然后用自己的一个落风黏住求生者，找机会拿刀。那你觉得他是带移形好，还是说是带闪现好？就已经有了底牌的情况下，我觉得移形好，为什么呢？因为飞行家在。我可以拿一刀，然后你交喷气背包的时候，我再用移形去赶上，快速跟嘛。对，或者说气象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因为气象它也是有一定的那个飞行能力嘛，可以拉远距离。你只要用了道具，我移形跟上之后，你又变成了一个白板，因为你的道具已经用过了，进入 CD 了。对。那看一下双方的选点：小木屋的勘探员、中场的气象、大房的飞行家以及大门集装箱的佣兵。守夜人是选到了月亮门，看看几个化险为夷。这样的话，感觉不会去管这个气象和飞行家吧，应该会考虑去追一下这个勘探员。但勘探员他又有能力去打断你的弱风，是会比较讨厌。双弹飞轮的勘探员，你前期的话其实就单纯靠那个弱风黏住人来拿到的呀。没错。这把看小轩宝的熟练度如何吧，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绝活的守夜人。但其实守夜人他怕就怕那种在落风期间你有道具可以规避掉的这种情况，因为他的落风 CD 也是蛮久的。没错，啊，上来是带的一个风窗加挽留啊。哎，是的。求生者方可以看到火光返照，这把是带了3个。现在就比照面，本场对局是由 IVCC 的监管者对整数的求生者与解说小木木压紧为您带 COA 实时赛况解说。上来我先攒一下能量呗。没错。往中场走，看到气象上大房还要追吗？应该是小木屋了。对，因为大房的气象实在太难追了。是，但是这里勘探员也是提前做好准备啊。这里找的也是一个双弹飞轮的勘探员。第二个落风也没能连住，那这一圈的话还是能够绕蛮久的。是，去到窗户交个重弹可以再绕一下。都带的是个牵制天赋。是。想骗，等一下落风的 CD。这里先交一个风行，加快自己的移速，不敢弱风。但是你磁铁交掉的话，他是可以考虑过去以后直接弱风连住拿刀的。这里熟练度还是很高的。等你道具逼完了，我再交这个弱风。勘探员还有一个飞轮，哎呦，但是一个破轮。没错 ，CD 刚好，很可惜没有规避到这波的伤害，而且他的磁铁呢前面也是没好。这一手想自己蹭一个反弹。哎呦，再次打倒，没能来得及。是的，那这个击倒速度感觉非常快啊，对于求生者来讲，挺快的，1台半。对，因为勘探员你从椅子上下来，你是完全没有道具可以进行第二波牵制了。是的，在上以前把第二个磁铁也交掉了，而且外面也没有其他 OB 位能够保住这个勘探员，佣兵还被通缉了，位置非常的差。这里如果提前拿到，不好说呢。对，这一刀先拿到了，要移形吗？还是说是直接一个远袭过去？直接远袭，但是撞到模型上。是的，有一手强风的机会啊！佣兵是再交一个护腕，直接弹走2个护腕。勘探员，哎，他选择踩右边的板子，是这样的话，勘探员原地可以稍微绕一下。这里一根有一个风行，但是磁铁也没好，应该还是要倒地了。能跟上这一刀，只是拖个化险为夷的时间。那这不太对啊！你倒在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干扰到佣兵的那台遗产啊。对。不过这里小玄宝没有选择挂到佣兵附近，佣兵是开新机去了，有他的遗产是飞行家那边在补。这个人现在是羊驼卡在旁边。这飞行家是没有带一个化险为夷的。对。还是想过来救，想拖一下，让这个双弹飞轮。哎。悬停的位置是在这里吗？会不会有点近了？应该是喷歪了一点吧。是的。
这波一个强风，哎呦，居然没还好拿到刀推开了。是的，但那是板子能进得去吗？还是成功进了。是，现在对于勘探员来讲，已经没道具了，只能靠基本功博弈。这波救的其实也挺亏的，因为你大家状态现在有点多，而且你飞行家也掉状态了呀。对他这里移形，如果说是能预判到位置，这两个人的位置，那这局节奏就起来了。小元宝其实这局就有机会能去探多刷，哎，预判到了，应该是看到他们俩了。是，而且他有通缉啊。对，带着通缉还是，哎呦，一封吸俩，这两个全难盖了，两个人都有道具，太有默契了。但是你们道具交完了，其实不一定能够拖很久啊。刀虽然空，但是这刀还是能补上。哎，抽刀击倒，是的。这把多抓面就来了呀。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气象还是飞行家，他们都是有携带化险为夷的能力的。是。那如果说你不带化险为夷的话，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救这个人，你还不如保3个满状态的求生者，然后去拉扯最后一台密码机可能会更好一点。密码机现在缺的有点多。佣兵这边在补遗产，像这个位置必须要交一个成云贴近影子，还看一下这个强风拉了过来，直接打。让他知道这边肯定是拦不住他救人的。是的，一手远袭，气象可能要倒了，着急节奏，飞轮进板，跟上，道具能拖出来，强风直接吹，可以。这个时间来说。能粘上，能拿到这一刀吗？按理来讲是能拿的。哎，准备回头管遗产了。对，这里管遗产他才有多抓面，毕竟集装箱这里是佣兵的第一台遗产。护住这台，带一个3级层云。冉维再往木屋走，这边不会是地下室吧？看一下，想粘板子还在，看博弈了。哎呦，一刀直接打倒，集装箱的密码机还没有碰上，还是要挂在这个密码机附近。是。这一波压倒遗产，可能就是压倒求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是，基本上很难再操作了。小木屋开心机啊，佣兵能藏住吗？感觉很难。佣兵要是藏不住，监护者现在就是4抓。对他毕竟是201窗那边去开掉的密码机啊，有2是很容易排出来的。小元宝大胆的找，能找到吗？离越来越近了。小碎片是看到了，小碎片。OK， 已经看到了。那这一刀的话是能拿，这刀拿到了之后，你这个人救不了。是的，而且可以移形回去守乙。你走都走不到，移形回去之后再守乙，打这2个其中之一都行。救下来以后，气象也走不了啊。再击倒，虽然说是卡了半，但是求生者的节奏已经炸了。是，密码机根本就破译不完。你佣兵现在没道具，飞行家也没有道具。只要监管者后期别出太大的意外，这个4抓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了。没错，现在能量还挺多的，交了远袭过来管一下小木屋，拖慢一下求生者的破译进度。这里确定一下密码机有多少，飞行家好像走脸上了，还行。那佣兵交了志气，但其实这一波还是救不了人啊，救不了，2个都救不了。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气象这边挂飞。现在只要把佣兵给处理掉，小木屋那台密码机是不够的。对，毕竟佣兵已经交过绝处逢生了，只要把他给再打倒一波，是的，就可以挂着都行，就可以4抓了。对，他要求稳的话，可以直接挂。能挂吗？的密码机应该会挂，应该会挂。他要防对面，就是你这个密码机突然亮掉。对，担心那边密码机够了，这样的话就很亏了。到时候就不管他有没有绝处逢生，你毕竟倒地了，倒地他就算是有一波淘汰状态了。再次挂上，看一下，飞行家也是只能松手了。是，找机会我们尝试去拖个地窖吧。这里能不能看到冒出来一颗头呢？应该没看到。明掉了，他可能会去排3板了，可能会往3板里面排。那这样的话，看一下飞行家要不要考虑回去救一波人呢？因为佣兵确实做的话还是能做比较久，是。但是你如果不去救人的话，基本上你的位置是能够被判断出来的。已经好了，没有第一时间往椅子边上靠，还在往地图边缘绕。能再吸是。这样的话，看一下大门有没有耳鸣，没有。那小玄宝。但飞行家该说不说，现在你摸道具啊，行，选择交移形，他觉得绕到了角落去了。飞行家这时候要是能在201窗摸个道具，要是能摸根针，这个又能消乌鸦，还能让自己满血走这个，哎，但把人救了，回来救人了吗？这个位置救人的话，应该还是会先处理佣兵。小木的密码机确实96，
看一下佣兵能否有机会拖够吧。但他在防啊，他防你羊驼回去就破1密码机啊。但是你这样子的话，佣兵也可以从大房去小木屋呀。现在小寻宝就想拖自己的移形吧，看一下能不能把移形给拖出来。那要不摸道具，2个人暂时都别贴这个木屋。对啊，反正200银窗那边也是可以去翻一翻。是的，都藏一藏。反正你现在监管者压力大了，反而是小寻宝现在比较担心密码机被开掉。哎，找到人了。那你找到人，木屋那边已经贴上人了。而且这2位求生者是都有回光返照的。是，密码机已经压好了，你回去再找。哎，这个意外来了，移形没有。而且现在技能没好的情况下，两边1人1个门，他这把可能要留伏笔了。是的。而且现在把能量基本上都用来交远袭，你拦不住大门。对，大门是能开的。佣兵感觉能在3板这个位置拖很久啊！我只要把板全下了，你就算打倒我还有一个小坚强可以稍微活一下，可不能被盖到哟。哦呦，还行，就强行过板。因为你这个位置要是被盖到之后，他就会往木屋那边方向进行牵制，再被盖一个板子，那可能就要走绩效。没错。2点能量的远袭赶到大门，但是门已经开了。让真的走一个，那做这边的话也是能接受了，毕竟他刚开始这个局面啊，真的看着很像个4抓。是，这把其实确实比较可惜吧，本来是有4抓的机会的，但关键的是在于排飞行家的那一波，他没有排到耳鸣，他以为飞行家从3板绕到了角落去，是的，被迫交出了那个移形。没错，但其实我觉得他当时可以靠到椅子边上去考虑交那个移形，可能会更好一点吧。他移形交的也有点早。太敢预判了，预判对面求生者的点位是，现在积分的话也是来了一个5比3，他这边呢是一个5比3嘛，然后这边是一个7比2，是的。但是对于监管者来说嘛，他毕竟没有上帝视角，是的，他不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在上帝视角看到这个飞行家他是半状态，也没有翻到镇静剂的话，那技能肯定能够捏得更死一点。但他怕就怕出现那种1/1000的情况，他翻了一根镇静剂，然后佣兵马上要挂飞了，他自己把自己扎满，还是能跳地窖。哇，主要是真敢救啊！这波要是其实要换我的视角的话，我更愿意去摸个箱子。哎，这个箱子要摸出来个针，或者说摸个护腕、怀表什么都行，这不是那个万恶的香水。那摸香水怎么办？摸个香水的话，那就只能认了，那只能被4抓了。所以他们这一波救人救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吧，挺敢拼的。最终也可以看到 IVCC 是在第2局追回了一个5比3嘛，把大分给追回来了。现在到了第3局的话，他们就是必须考虑自己怎样去把这个5比3再拿一次。是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再拿一次大分，因为他们现在呢中间一个小分差的话，现在还差个3分。哎，是，毕竟是还了一个5比3嘛，只是还了2个小分。其实整体看下来的话，这一把对求生者来说确实是比较可惜吧，因为在牵制。守夜人这种角色上面，他比较偏单刀型嘛，偏走地型，其实不该给到那么大的机会的。哎，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赛后数据，两位这边是破译了200，然后牵制了48秒，9人1-4，然后小雨这边的话是牵制了58，然后看到林晓这边是破译了159，然后9人1-4，牵制了85秒，杨图这边是破译了216，然后牵制了52秒，9人3-4。是的，小雪宝命中了14次，击倒了9次，是这一局时间也是在一个9分钟。确实在中后期拉扯的是比较久吧。可以看下来的话，守夜人他的熟练度非常的高。我们在小木屋可以看到他的几波追击是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把自己的落风给交掉，反而是利用2个风型先逼掉勘探员的磁铁，再用落风黏住去拿刀。是的，小雨的勘探员其实就有点着急吧，或者说是有点松懈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就是说你守夜人这边点位把这个风窗给带上了，是吧？带了一手风窗的话，他只能被迫去走那个长的通道了。是的，他只能就是说是走这个板区，但是你这个监管者只要能认为你是走了这个板的话，我这一波后续跟上，那其实这个刀该能拿还是能拿，毕竟你这边弱风，我就是能死死的黏住你，你跑不了。是的，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比分啊，双方大分是平的，小分方面是由 Drew 领先了3分。是，这个3分看第3局怎么去打了，毕竟现在是已经没有说是能加赛的可能了嘛。哎，确实，第3局就是定胜负。IVCC 必须要拿5比3，然后Drew这边只需要保平就可以获胜。是的，第3局，那刚比赛非常精彩，让我们来看看回放吧。他们新战斗，感谢了，去吧。我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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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开，直接开，直接开，我开了，直接往大门冲，再往大门冲，往大门冲，往大门冲了，往大门。对，是有关。没有。我有关，我有关。别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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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反了，挂看挂谁。
不了就走。你看，哇，好多！往远跑，我们都不要倒这边。欢迎各位回到 COA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姐，我是解说小木。马上进行的是 IVCCC 的战队以及还有自助的战队第3局了。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是1比1，现在大分平了。现在论小分的积分差呢，现在是自助这边领先3分。没错，其实3分的话，我觉得这个优势也不算特别大。对于 IVCCC 来讲呢，一个5比3也是可以直接扳回来的。但是他们现在就得去防止对面疯狂的跟你爆平吧。是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的。这3个小分。地图现在怎么选？你这个隐士要，如果就是你这个隐士，毕竟你现在作为一个底牌之一的，你是要再放在旁边，你不一定拿，但是你一定要让对面，我让你害怕，没错。万一我突然拿这么一手，那你要找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地图放出来吗？他有可能说在第3局进行一个轮换嘛，这样的话换上另外一名监管者来去打后手，因为其实还蛮多角色都没有掏出来使用过的。是的。前面反而是 IVCCC 这边用掉了一个守夜人加一个歌剧，但是4大天王里面剩下的角色还是挺多的。跛脚羊现在肯定全部都尊重，两边都拿不了。然后第2个角色，要不现在直接就是说是考虑搬掉你绝活算了，我就不让你拿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冲着绝活去打，反而不一定要担心他其他的一些角色的熟练度，是因为可能对于民间大神来讲，他们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把自己的所有角色池都打得跟绝活的熟练度一样高的。对，扩宽那么深，没有，就是他们的时间其实说是自己的角色或者说积累时间的积累嘛，一直就是说是在自己的那个绝活上了嘛。没错，后边你要是再放到其他角色，其实他太需要时间了。是的，是的，因为要打很久。小主还是比较期待在后面的对局中，求生者会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其实监管者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一个玩家守夜人的登场，对，而且还都拿到了优势，这是比较没想到的，真有点没想到，有点五花八门，这个版本有点往回走，对吧？确实。看到跛脚羊，看到其他的角色的时候，他的一个得分率反而没那么高，结果看到一个守夜人直接拿了一个4抓，坏了，这版本的话往回踢了。是的。求生者现在看就是能不能防备更多了，因为现在你要说是很多的情况，监管者他确实会根据自己的一手起手绝活，就这3个，对吧？3选其一去打。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今天2队的求生者在发挥上面并不算特别稳定吧，给到了监管者比较多的机会去突破他们，不管是这一局的守夜人，还是说上一局的一个使徒安。是的，可能还是更需要求生者方面先去调整一下状态吧，不要再被监管者进行一个突破。是的，不能给到太多的机会，毕竟你算是一个双单飞轮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就是说是牵制时间这么少的。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局的一个地图选择。球工厂这边是搬掉了，是的，不想打小图啊，但是红教堂、圣心医院都还在。看一下 IVCCC 选择了永眠镇，也是比较常规的一张地图，不管是监管和求生都有一定的体系可以在里面发挥。没错。这张地图 IVCCC 这边应该是监管者先上啊，监管者先上的情况下，祭司要考虑吗？前面我们是看到有那个喜爱角色和擅长角色嘛，对，有一位选手他是擅长角色是祭司，有可能可以打吧，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因为祭司在这张地图以双弹飞轮带起来，其实他的背后救人也是等同于一个化形位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只要你是挂在这边的一个建筑物旁边的，我就可以直接打一个洞无伤救。就你打洞过来的话，监管者他必须先去把洞给清掉，对，然后再回去守乙，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就有一个时间差，让求生者可以稍微牵制一下。你不好防啊，你甚至你也不好出去干扰密码机，你一旦出去干扰了，那这个人我就无伤救，救出来的时间绝对是大于这个化险为夷的。没错，也是看一下吧。没错，这边也是进行一个人员轮换，是。那这边的一个喜爱角色了，这边也是换上了板车，没错，永眠镇啊，看一下他会不会掏出自己喜欢的玩具商，是，也是一个角色啊，他这边也是看到了擅长角色以及喜爱角色，其实这2个角色都是他擅长的，确实。然后玩具商用板车来命名的话，相信他的玩具商熟练度肯定是非常高的，他的熟练度很高的。所以在这张地图就要说是自己能不能去配合到这些队友了。是，
单化险零一还是说是带一个非轮化险零一？毕竟你现在玩具伤论牵制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它其实也有怕的点。怎么怕？怕对面接吻者他带移形。毕竟你玩具伤落地之后，其实它就是变成一个白板了。对的，你没办法。因为他很多的现在的角色其实就很拒绝板区博弈，你玩具伤你再想跟对面玩板区，其实也是被 pass 掉。是的，但是好的方面就是它加强以后可以给到队友一个道具嘛。对，这样的话不管是救人位还是牵制位，有了这个道具，都有一定的机会能够多牵制一会儿时间。是的。对于其他的求生者，你接吻者其实就比较麻烦，甚至不太好去猜。是你对面冷不丁的突然逃一个护腕，对吧？你这个护腕直接使出来之后，那这个距离直接拉了800里开外。对，本来是能不知道的情况下，那是最害怕的呀。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入伍战队冉维的一个采访，谈论第一次打思源的心情，谈论对这 IVCCC 的看法。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深渊嘛，就是心情比较激动。然后也希望能参加进小组赛，打进小组赛，打出我们战队或者我们自己的风采吧。对战 IVCCC 的话，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中间也练得很多，从夏天已经练到现在了，练了已经小半年了，然后肯定会感觉更好打一点。哦呦，他这个是练了太久了，小半年了。对，我们前面还在聊说，可能说年前开始准备，但他们是从夏天开始准备，那还不止了啊，提前了很久。那确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一些配合上面的熟练度还是有的。对，准备时间很久，是对自己的一些队伍的磨合啊，包括其实我们一开始想的，你民进队其实在临时组上之后，你的这个磨合的时间由于不长的情况下，那你的这波配合啊，或者说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些角色上的一些配合，它并没有办法打出那么精彩的那种配合，或者说我们能看到那种观赏。是的，所以是期待一下吧，看一下这一把他们的发挥如何。因为其实你要说个人实力的话，我相信能打到我们线下的队伍，他是个人实力肯定都是有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就是中后期的一些决策上面，是的，不能给到监管者太大的机会，来让他们有那种翻盘的可能。既然在选择这张地图，也是一决胜局了。是，但是绝活都要打出来。来了，他要不要直接尊重，直接把玩具伤办掉？我感觉会的，你看，先知玩具伤一般，而且园丁也进入了全局竞选。这样的话，看一下板车还有其他的什么角色吧。雄者这里也是很尊重啊，跛脚羊加上影视，感觉这两边的班位啊，像是什么呢？像是两边的一个小孩子，就是那种置气一样，就是你搬我绝活是吧？你也有绝活，我也给你搬掉，那我也给你按了。对，针对我也针对你。是。看一下穷者的前两手怎么选。救人位方面，守墓还在，先拿守墓了。守墓加入殓，因为对于猪来说，他们现在只需要保平就可以嘛，所以尽量还是去拿一些保下线的阵容。哎，最近变换其实有点兴起，要拿吗？气象飞行家都已经没了，如果说还想要那种牵制能力强的病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变换的话就搬掉。搬机械师，那么他就还是那种比较偏单刀流的，他怕这种影响。这也是直接抢了幻灯师。有一说一，他这前3手的角色，喧嚣其实也怕这3个。我不知道他自己私底下有没有喧嚣。就你这样拿的阵容，有可能会给到喧嚣的机会哦。是，经历过那个版本的话，手上肯定是有喧嚣的。是，再搬一手古董烧。那穷者的最后一手。要不要补个 OB 位呢？这4手守夜人讨厌，那喧嚣也讨厌。但你这个幻灯师为了去防止这个守夜人的可能，没有去防喧嚣。但守夜人已经小心一些天赋了。守夜人已经上全局竞选哦，上全局。这一波的话是拿一个 OB 位小说家，那有可能就是面对喧嚣。还有什么吗？稍微的防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其实地图来讲，鹿头蜡像也可以打。对，如果说4大天王的话，你有。对吧？有的话，那艾维也可以尝试。不过艾维打幻灯师的话，就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他的一个定格嘛，可以
在自己牵制或者说在破译的时候以及救人的时候，都能够给到监管者很大的一个压力。是的，怕机械师的还有什么角色呢？就怕他在外边速修。熏枭我其实觉得可能性是最大。跛脚羊现在已经是没了，隐士更不可能，也已经被ban掉了嘛。如果这时候突然拿手喧嚣，然后拿个多抓，我觉得那压力就大了呀。是喧嚣吗？是喧嚣，是拿喧嚣了。因为什么这么猜呢？因为你喧嚣其实他在搬这前3手角色，其实喧嚣他就是比较讨厌这3个。其实最后一手这个古董商其实可搬可不搬。然后呢，对面求生者这个幻灯师，他有一说一就是真克制，他只要焰火舞台，我给你锁住，我能给你秒打伤害。你这个定格你还没办法收走。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求生者最后一手的 OB 位，如果说出一个弓箭手，可能会更好一点。小说家这种只能去 OB 活人的角色来说，喧嚣是没有那么害怕的，是因为哪怕你就进行一个隐喻的换位，我只要有空中飞人，我还是能够快速赶上位置，让你跑远。这个幻灯师要小心了，幻灯师感觉一个飞轮不够，就带单双弹吧。是，如果说是你已经，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也带了化险为夷呢？就他本来想当一个补救位，那就是双弹化险为夷。对，因为你要是带个飞轮，你抱歉，你这个喧嚣，他把你这焰火区域这个舞台全都给你封住之后，你这个飞轮你也用不出来。是的。看一下双方的选点，中场的守墓，甲门方向的小说家，是红蝶河的幻灯师以及2楼下的路念，没错。啊，选择一个红蝶河偏墓地外，在这个点位，其实幻灯师就是比较偏保了，保他的，让他的压力减少一些。你监管者就只能选择他的左边嘛。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可以贴近这个墓地的方向，是，而且也不太会干扰到队友。还有个好处就是跟路练师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是有机会能够直接去让他帮忙盯一眼。没错，后续的反生也可以扫掉求生者的一个状态。是的，上来追击肯定是找这个幻灯师是没错的。那就看他这边带的技能是什么，是移形，还是说是带的不差也不太可能吧？是你窥视者影响不到太多，他全是拉点角色，还是得移形。怕什么呢？怕的是进墓地那一波坐车走了。如果你没有移形的话，其实会被拖很久的节奏。带的张狂，那应该就是移形了。是张狂挽留，求生者方2个双弹飞轮，幻灯师是纯飞轮。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决是由路的求生者对战 IVCCC 的监管者，由解说压紧，解说小木为你带来实时赛况解说。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但他第一时间是往中场走，想追守墓吗？想跟化险为夷啊！对，这把求生者确实是只有守墓人带了化险为夷的，是的，已经上到了一个红色的金叉标记。继续跟，其实守墓人这个位置比较差，因为他往独洞方向转的话，得自己亲自下板。是。看一下下一波这个铲子 CD 能拖出来，来得及。直接打出来了，这里能上更多的标记啊，还能再拉过来，卡在了角落，这个地方得交绕场谢幕了。先交绕场谢幕，然后再补一个球，这个球没续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拿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下一根铲子是有机会能够拖出来的。那移形马上好了，再跟，现在就差个焰火了，无所谓，先把板踩了。前面这块板已经掉了，所以选择自己出土，省，想把这个道具省下来。这样的话，下以后可能还有机会牵制，他觉得。但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你从椅子上下来的话，你交这个铲子，这个铲子进度已经不太多了。是。那这样的话，外面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救完人有可能只是刷一波淘汰进度而已。没化险为夷。他故意省其实也没错，因为他这个土只要能省下来，后边我就等同一个小化险为夷。是，他没有办法撑到20秒，但是他也应该能撑到一个10秒左右的时间。这里小说家卡了一会儿走了，继续回去破译。是，
移形过来，交给移形，你不救我就逼你救。对，现在已经过半了呀，过半的话我肯定是可以直接逼的，也要防一下砸头。但是这波跳过来的话，想回去我再给你换过来，但队友并没有能来得及进行救援啊。路练斯是在靠，但是现在在贴的话有点危险了。不过还好双龙惊喜，时间还有几秒钟。是的，先上一波球。哎，没救下来，不掏吗？想再拖一下身高，他想去防一下吗？让守门人有机会能交技能，他应该是。但是这里铲子一直在被沉默，路练斯也走不了啊。感觉可以直接去路练斯的节奏了。这个灵柩要放得这么近吗？那你要放得这么近，我就可以直接抓你了。他是不是想着一会儿反身回来就在这签着不干扰遗产啊？可能是。对，但我觉得你在他移形已经交过的情况下，反远的会更赚啊。哎，空中飞人失误了。是失误了吧？又失误了。是的，没事，小卡顿而已，我们就当做没看到。只是会把这个时间给拖延的更久一点。本来他是可以在独栋再续上一波节奏的，比较可惜吧，这么说。现在已经拉远了，小人家也跟着拉远，这两个人都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小元宝现在其实已经错失了一波机会了，因为他在独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进行追击了，他也不会让他能跑得出去。对他反而是这一波还要让路练斯再反一波远的，就更难受了。他被一个白板牵制时间牵制太久了，等于。反而感觉处理，哎呦，处理守墓人都没有处理路练斯处理的久。对，挂地下室没意义，就挂外边吧。对他来讲，开门战也还有机会。是。有挽留，那这波移形交了的话，就还得再拖一会儿了。要拖。先砸。双惊喜，一个也没给到。是的。倒过来拉双惊喜。翻过去之后，反弹虽然说是能叠上，能翻吗？翻就是敢翻，反弹躲掉了一刀，不翻没办法了。那现在隐喻又吸出来了啊！是，小人家这里还有个砸头的机会。哎呦，过板刀！他这个时装好像有输跟没输有点明显啊，对吧？我再翻回去看一下下一波双经济好了，能不能处理掉小人家？但是这边反身已经给小人家挂上，是的。哎呦，走位确实非常不错啊！有的一直很好，密码机现在60的一直还是没动，外面碰到新密码机了，这里隐喻差一点拖出来了，但是他还能换，有机会再拖，没有机会沉默，很可惜。是那边密码机，哎呦，从60直接变到了99了，马上压好。前面应该是队友帮忙给了个定格，是不管了，直接亮。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对，这一波亮了，就算被打倒，也有一波反生的机会。是的，灵柩现在已经给到他了，自己的移形现在还没有好。陆地门拍到吗？陆地门也是刚贴上，18秒。现在就看小元宝怎么管了，好像来不太及吧？他这个空中飞人是废的。反生的位置是红蝶河。那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去管墓地门了。是的，他这个移形不能用在别的地方了，他只能用在小人家身上了。哎，这波车可能能偷上吗？啊，没办法。转进墓地又一波反生，那这一波可能要出大事了。对的。不过好消息是稳平。平局肯定是稳的，因为他脸上还有一个人。打倒直接举完再放。等等，这边还有个灵柩。他不能挂。要挂吗？不能挂呀，不能挂。那爬，那是小作家就爬，就往门口爬。现在挽留的时间还有50多秒，看一下幻灯师使用了位置投影，让自己进入离形状态。是的，这个投影已经是在门口里了。没错，还是没什么办法，很稳啊。但比较可惜的是，路练是在另外一个门，不然的话，他把路练是给逼走的话，你现在再不管他，你过来找，有可能能爬得出去吗？哎呦，路练师这边你逼他。感觉小说家会先走慌了呀！小元宝现在不敢了，我要再过来找你，人爬出去了。对，他是怕小说家爬出去，所以被迫用移形又再次拉了回来。没办法，只能挂。但你这现在要是挂了，人可就要走。他只能就是说我拖远一点，我慢慢一次放下来倒，放下来打倒你。那小说家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把隐喻给吸出来吧？马上就要吸出来了，你这飞轮都快要好了，还有12秒。没错，再躲封到了，还是。
再次打到，哎，位置了，位置有点远，没办法第一时间举，是没能牵得起来，还有2秒、1秒，这样的话人走了，反到了学校门，那这里要来一个3跑了。哇，这一波3跑没想到啊，尤其他这个灵柩是真多呀。在前期比较可惜的点还是在于他没有继续针对陆炼师把他灵柩给逼完，是的，导致小说家被反生了2波，全是用灵柩来创造了一个拉的超远距离这么一个情况。没错，他这个灵柩等同于求生者的移形，你这个前观者你现在你没有办法，刚刚就是什么呢？就你有好像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吧，只能就是说是把它在那里放在一个角落嘛，我慢慢的留你这个状态，你这个状态流血倒地之后，我保一个平局。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当时是想卡到那个墓地门的方向去，是的，提前拦截住小说家，把他往外打，对，然后导致自己跟小说家的身位有点远，他就没有第一时间把他给举起来挂，所以导致被反生了。是比拼的手速，我甚至看小说家他那个动作，僵直动作其实还没做完呢，就已经开始反生了。是的，这个手速太快了。那也不是小说家的手速，就是可能陆炼师那边，对吧？对啊，就是陆炼师操作了一下，太快了。没能就是说是给到这边一个经营者机会，那这样保持一个3比1的积分，也是要看对面看最后这边的一个经营者了，对吧？对，我就是只要我求稳，其实这一局就能带走对面了。他只要留一个嘛。对。所以对于 IVCCC 的求生者来说，压力就比较大了，必须要去争4成一个4跑，在永眠这张地图4跑，那可能就得考虑一下战术的一些安排啊，以及该使用什么样的角色出来争。我觉得你讲4跑的话，你可能说在一些能够成长的一些道具上面，对吧？这种角色得多拿一些。那我们看下这把赛后数据，两位牵制61秒，然后小玉这里是114秒破译了153的进度，反车6秒247的破译进度，羊驼119的破译进度，牵制34秒救人3次啊！是的，小元宝这边是破坏板的出4次，然后命中求生者次数32次，局军击倒次数是6次，这一局的时间也是在一个6分半。陆炼师这把真的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哇，他这个功劳实在是太大。你想想。守墓人那边挂飞了，这个陆炼师他能从独洞牵制到墓地去，对，这太夸张了。而且牵制到墓地以后，他还没有把他的灵柩给逼出来，是的，追了一会儿跑了。这一局2大功劳者，一个就是小说家，一个就是他呀，对吧？入殓师是专门给他放灵柩，一直给他反，没有说是能用到我们这边的一些人力，就是过去救援，浪费时间，对吧？一直就是说是把这个合理的资源一直在合理利用。没错，你这小说家他牵制的时间也久啊，对吧？他的书，他的一直就是说隐喻记出来，在学校门的波时间，其实一直就是说是给队友把密码器破译开了。包括他自己前期在牵制的时候，其实还是用自己的走位躲掉了挺多的一个双重惊喜的覆盖。对的，两位求生者在面对喧嚣的一个牵制上面都是非常有心得的。身法，对吧？躲了太多的一些标记了。是，那也不得不说，确实这个双重惊喜的 CD 加长了以后呢，也导致他在追击上面可能容错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对，监护者其实缺失了一个机会，就是在独栋那一波，那个太关键了。他的2个空中飞人吧，一个是想跳上2楼没有跳过去，是一个是想跳过那个地下室口，直接就是说是跑到对面嘛，也没跳过去，特别可惜吧。当时如果说能够挂上守墓人，陆炼师其实把人给搬到了，把灵柩给搬到了独栋，他倒地的话，可以瞬间继续进入一个快速追击他的节奏。其实求生者外面的密码机是不太够的，不够。我总觉得他那个灵柩就是给自己搬的。对他当时搬过来嘛，因为守墓人已经是过半了，他们是卡满救的。是的。没办法，就是说是利用那个灵柩，那个点位其实对于监护者还是可惜，因为他是有机会能快速击倒这个入殓师，然后我还能再把你挂回这个独栋，对吧？把你这个灵柩再次给废掉。然后我2挂入殓师的时候，求生者要来救人，我去打那个让求生者疯狂换挂的节奏，他也是能够打得很舒服的。对啊，他正常手也行，正常打换挂也行。这种剧本你其实是固定的往下写，那其实就会能让他有一个3抓以上。确实，外边2个人他也没有带一个黄反照。是的。确实比较可惜吧，但不管怎么说嘛，接下来还是看一下 IVCCC 的求生者发挥的怎么样了，是吧？是一个必须要争4跑的对局，没错，就很需要他们队内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配合啊，通过自己的经验去尝试一下。要争4跑的角色，无限的道具才行。好，就拉队员这种，我觉得得整一个。然后其他的祭司，我觉得也可以整一个。祭司确实可以整。这2个先尝试拿出来用吧。勘探员他们这边好像也有，对吧？勘探员他们还在的。对，我觉得拉队员主要是在于你保人嘛，比较有机会能够创造4跑的机会，而且你后期
如果说有人上瘾了，那么他可以去给那个带化险为夷的人去叠激励，对吧？这样的话让他去抢救一波人，也可以套出一个化险为夷，2个人一起走门。化险为夷有几个呢？2个以上，3个？我觉得差不多得3个。反正你最低不能低于2个嘛，是因为你必须要争4炮。然后有队友的辅助的话，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你拿拉队员又拿技师，然后再拿个救人位的话，这个破译速度会比较慢了。第一个牵制人，他的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哎，现在也人没了。那么在狐狸这边角度，你要说是想去打一波能有 OB 的那种救人位的话，那就是前锋，没错。或者说苦丑，苦丑的话也倒是有。苦丑的话，在永眠这张地图我觉得还行，毕竟它空旷的那个马路比较长嘛。那苦丑是不是得带飞轮化险为夷啊？哎，有可能，对吧？你得防着自己被抓，或者说是能有一波手瘾的那种监管者啊，防着自己就是说是被打一个针对。是的。如果自己成为突破口的话，那就难受了，因为苦丑它的道具是不增长的，可能说拖到开门战的话，你手上没有道具，但还是容易被监管者进行一波针对。就那3个嘛。前锋的球其实现在的进度看他自己。是低保，低保这次也来到我们线下了，是的，期待一下他后面的发挥。我感觉 IPCCC 这边求生者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大的压力啊，还是比较轻松。还好吧，因为即使这一局其实他们可能丢失机会，但是呢，他们还有一次，对吧？他们后边其实还有机会去打。就现在就先放轻松，能争4的话，再去尝试去争一争4。是，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对，给那么大压力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你反而容易因为自己的一波小失误，或者说一些小细节的操作呢，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心态突然就崩了。对，关键还是自己的一些发挥不要受到影响。是的。然后在后续的比赛中，该调整的地方调整一下。当然这一局得先去拼一下，对吧？要拼一下，看能不能拼下来这个4炮。尝试把对面监管者心态打崩。是。我前面蛰伏那么久，对吧？是的，蛰伏了2局，第3局给你来个大招。监管者现在就是求稳，我拿一些稳定能留一个角色就行。求生者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勘探员、前锋、丑什么的这种角色，去选几个能有一些 OB 的能力，你要保住队友的命。是，这里是搬掉了先知前锋，是尊重了。那这样的话 ，OB 位要拿真得拿苦丑了，或者说你拿其他的 OB 位，但是其他的 OB 位的话，又不像苦丑这么稳，就又能 OB 又能撞救。小之家、拉队员，这2个都是道具可以持续生长的。是的，不会有用完一说。还有祭司也是直接按掉了。对吴奇来讲，这把其实能选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小女孩儿，最后一手，我觉得求生者这里应该不会拿救人位了，肯定是拿一些破译比较快的。佣兵搬掉了，就这个阵容需要有一个人能去保住小女孩。苦丑还是拿苦丑了。小女孩被追的话，她可以附身的人还挺多的。对，就苦丑也可以，然后拉队也可以，小周家甚至小周家也可以。那这把我觉得可不行，拿蜡像师打个蜘蛛。反正这个阵容不太好去打蜡像师，打蜡像师可能真会给到对面机会去争个4。是，因为能帮忙的太多了，苦丑也能帮忙，小女孩也能帮忙，他还能解蜡，对吧？还有很多一些角色，就是说你拉队员，我这边也是能强行打辅助，我帮你卡位，是，或者说你帮我卡位，我就强行打那个基地。蜡像师的话，我觉得那他可能得考虑带一手张皇，然后移形也得带。是，这样的话，你到开门战对面来保人的时候，或者说你在2挂那个人要飞的时候，队友来保，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火蜡来防止对面卡位。要么就是蜘蛛，蜘蛛打这个阵容其实还行，因为他没那么害怕你跟他拉点，他可以暂时嘛。等到你拉点道具的一个真空期，花球 CD 啦，或者说你的推进器 CD 啦，都有机会可以快速去把人给处理掉。那蜘蛛的第1段追击其实不担心，就担心第2段，因为你只要给到化险为夷下来那个人拉队员，我就让你直接帮我堵住那个板口。是，
对吧？你蜘蛛你过不来，你监管者你过不来，但是呢，我这边就可以一直给他打击力，叠到25层他就起来了。没错，杂货商，杂货商，他防了，他就怕你卡位。是的，但杂货商打这个阵容的话，会比较难受一点。对，因为拉队员跟小说家其实都挺克制杂货商的。是，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我可以自己开门，我不会半夜你自己就是说是把那个门封住嘛，把口封住。因为确实永眠镇这个地图很多位置能够卡位啊，特别是比较经典的就是甲门那个方向。没错，那块板竖在中间，所以你拿他没什么办法，所以说选择了一个杂货商，能面对现在的拉队员的一种打法。是。要看一下这把的一个选点吧，需要4炮，前期必须要牵制的很久，化险为夷还不能用太早，你不能在开门战之前让穷者被淘汰掉。现在就是疑问，哪一个究竟去携带了那个回光返照？嗯，我觉得甚至他们有可能小女孩这种，她也去带个化险为夷。是，大家都想把这个化险为夷给用上，啊，真有可能。中场的枯丑，甲门的小说家，红蝶河的小女孩，以及2楼下的拉队员。没错。这样的话，杂货商选到了红蝶河墓地外的一个位置。是的。一牵制必须要牵制到3台以上。是。对于杂货商来讲，他前期也可以去攒攒自己的技能嘛。对，看是攒点藤蔓，还是说攒点血石。在救人方面，其实压力还蛮大的。确实有压力啊，必须要4炮的情况下，这两边的选手有没有压力不知道，这2个教练压力好像蛮轻松的，还能有说有效下去的。哎呦，你看，果然是带了4个化险为夷啊！非常想把这个化险为夷给套出来，都没有带回光返照。其实这边是底牌加挽留，还有幽闭。现在就比较画面，本场对决入战队的监管者对阵 IVCCC 的求者，也就是小木屋，押井为你带 COA 实时赛换解说。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先去往一个2层阁楼，找这边拉队员去了。是的，拉队员这里直接给枯丑叠基地啊，一会儿自己也能用上这个小加速。是的，人都在看枯丑这边是躲在一个角落，先看你这个监管者到底往哪边走，方便他后边直接去修最近的密码机。先是收集了个重金之托，密码机一封，再找到小说家。哎，其实直接追小说家的话，我觉得不算特别好追啊。想接一个版权，没错，过去。哎，其实刚才交重金之托，感觉有机会拿刀的，想碎石震一下，躲这个位置还是能拿到。没错，就硬拖吧。看一下回身想卡一下，但第2本隐喻有点危险呢。第2本隐喻快吸好了。是的，这里一开门，你小说家该怎么办呢？碎石。隐喻已经好了，是的，得去找枯丑了，让他来带一下。慢缠住，那这一刀拿到。是的，这击倒速度好快啊！枯丑想要偷袭一下，没错，但是这里应该不会给机会的。防了，放一个突然交易，但这个位置得刷一下道具，硬换位，刷一下道具是，把自己想骗刀。这一波感觉能 OP 很久啊，就是那边拉队员帮忙。把道具 CD 重置了，所以枯丑下一波是可以再进行 OP 的。这一波躲掉了，好像还能吃个闪。而且小罗家的第3本隐喻也吸了很多了。好，刀躲。看一下，还有耳鸣。他这个窗台刚刚没能刷新好，要能刷新好的话，就能有机会吃闪。没错，窗台如果好了的话，他往外拉其实也不一定有闪现身位，他不一定敢直接交闪的。是，那密码机是2台半。这个点位其实已经牵制了蛮久了，就看一下求生者选择让谁来救援了。想让小女孩这边在后边藏一下，对，进行波救援之后帮忙扛一扛，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声东击西。是，这波救下来之后一定是要帮忙扛的，去拖到后边。哎呦，无伤了，打到小女孩身上，还行，那就接着拖，帮忙肥胖流，是交个树叶弹一下。他这个藤蔓不敢交。交了的话帮他卡住，对这个藤蔓的话帮他废掉之后，
其实是赚的。是的，虽然说打了一个双倒，但是无所谓。只要前面化险为夷的持续时间掉了，这里枯丑是可以帮忙去，哎，那可以推进器直接晕吗？没有考虑交出这个推进器啊。那绕一圈，绕一圈之后推进器再带他走。是的，这里想推进器带他走了，陪跑，拉开一个超远的距离，随时不敢交的，只能用自然交易交藤蔓。看一下拉的是谁？拉的是枯丑。这刀拿吧。先碎石震一下。那小周家隐喻好了，闪现被废，还可以继续翻。翻过来，开个门，想堵没堵上。小周家的基地已经叠到了哦，交出了部分基地加速。是的，13层再重新叠，15层，拉队员帮忙卡板，马上25了。是，而且这是想预判，没预判到，有点慢呀，没有办法再充能了。已经25层了。是的，配合已经打出来。现在再开一个门，怎么说？哎呦，刀还扛到了。如果能够碎石打倒，逼他把基地给用了就好了。是的，现在就看能否用碎石打倒了。小周家在疯狂走位，哦呦，也要吸出来了。不错，那被迫用平 A 打倒的话，利用这波时间是可以拉很远。哎，吸到了。是的。但是隐喻也成功交了出来，还有一个加速。他知道这个判定，因为我只要离你近，那你这个控制时间就不长。是的，拉队员在帮忙堵路，但没能堵好。那我觉得得打拉队员啊，先把拉队员打了，这样的话小龙虾他就没有机会叠到下一波可以直接秒活的一个状态。是，时间不敢拖了，想要直接挂，还想打，他不敢了，他现在只敢挂拉队员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我要再拖下去，密码就要压好了。这波配合打的实在是好。是的。而且穷者方的道具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小女孩那边有3个记忆碎片，拉队员双花球，枯丑的话还有一个推进器。再找小说家，小说家这个点位已经拉太远，密码机是可以直接亮的。是的，这个点位直接通电。现在就看小说家开门战这个隐喻有没有队友来保一下他，碎石直接震到。再换拖时间，现在他要拖开门的时间，往回走了一下，有点不太应该。这里想要骗刀，没能骗出来。学校门吗？学校门的话。只能硬打，不太可能能点开了，我感觉。他们现在要拖到队友过来，把这个门强行点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去打出一个4人4跑。是。这样的话要被封啊！看一下穷者怎么操作吧。是。应该想让枯丑来点门，吸引注意力，然后拉队员或小女孩2个人一起。最好是拉队员救啊，毕竟拉队员手上是有化险为夷的。对的。小女孩那边可以直接传过来打团了。看一下怎么安排，一个火箭先撞晕，然后拉队员掏得下来吗？掏不下来，这个人可能要飞了。是的，刀还要帮忙扛。怎么说？打到了小说家。哇，那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了，因为估计小丑的最后一个推进器也交掉了。打花伤控门，这个太恐怖了！你脸上这个门你是不可能点得开的，宛如蜡像师一样。没错。那这波再把人给挂上，穷者这边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没办法。枯丑直接走门，但是这个地方杂货商一个移形过来，距离还是比较远，应该是要直接出门了。其实吧，应该是小女孩跟拉队员过来就比较好。对，你在这边门点开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你拉队员他过不来，也不是说是拉队员过不来，你任何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你都不可能走到这边的目的门啊。是的，是的，而且学校门其实因为有杂货商在点上，他直接去把门给封住，你一点办法没有，就你完全点不开嘛。那我们也是恭喜猪获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是的，恭喜！挺进下一轮。其实这一场看下来的话，感觉双方的一些绝活啊发挥都是挺不错的，挺好的。两边的监管者鏖战3局也都拿出了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常规的角色，也成功都拿到了优势，都有研究。其实呢，两边选手都是在排行榜上就是老熟人了，对吧？天天都是对战过，或者说是老打过的，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也在今天确实都尊重了，对吧？你会隐士的，我不给你拿，对吧？你会什么破轮的，我这种我就给你针对到。现在你看，两边的选手其实都是互相认识或者说互相熟悉的关系。对对对。在后边就看他们还有没有说是更多的一些角色，我们看到上场了。对的，对的。因为其实这3场看下来的话，可以看到民间大神队伍他们其实，在操作上面，我觉得问题倒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一些选择吧，中后期的选择以及沟通上面会可能出现一点小问题。对的，这方面是需要去调整的。是的。
今天其实也有点可惜，就是在这一场比赛吧，我们没能看到更多的一些绝活，对，只是看到他们自己一些准备的其他的角色，是，但其实也就代表着两边的选手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较看重吧，没错，准备了很久。其实这场看下来的话，也可以看出来两边都是有提前准备的嘛。对，但是可能说在柱的求生者方面呢，他们发挥的更好一点吧。第一把一个平局，然后第3把是一个3跑嘛，只有中间那把被3抓，但是那把其实他本来是有可能被4抓的，但求生者呢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个配合去找到了那么一个跑掉一个的机会。那点很关键啊！你要是说没能撑住，你真让对面监控者成一个4抓，你这个积分全还回去了。是的，因为你7比2对7比2嘛，这一把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说再打成一个平局，拖进加时赛的。那加赛到时候比赛也说不一定，因为你两边你是一定要把这个隐士给 ban 掉的，因为这个隐士到时候他拖时间那是一绝啊。对，就其实还真不好说，是因为整场看下来的话，两边的选手嘛，经验都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我觉得还是得在比赛中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呢，你的一些下意识的决定，它不一定就跟你平时排位中是一样的。对，因为监管者他可能也会做出跟你平时排位中碰到的一些。监管者们他们的不一样的一些反应，是的，对吧？你打比赛的话，他肯定是有更多的机会控场，监管者他一定是会优先去控场，让求生者没办法那么快把密码机给开掉的。没错，那我们看一下赛后数据，这边看到的求生者其实他们的这个牵制时间呢都是比较久的，但是可惜在哪里？就是可惜在最后这波门，你其实离得太近了，你没办法，就是说是让监管者没有办法不控住。是，当时一个隐喻的话，位置确实是比较差嘛，只能选择用隐喻，然后拉到了学校门的方向。是的，被迫让其他的3个求生者也跟着过来把这个门给打开。对，陈一昭这个选手，其实他的拉拉队员在旁边进行了个辅助帮忙。他其实牵制了已经很久了。你想想，在红星河那个点位，你监管者拿他有什么办法？板子又不敢过，对吧？你打了他又没有什么用，打了他还能起来。他辅助效果其实辅助的很不错了。对，把小罗家成功在救下来以后就。牵制了非常久，甚至第2波上移都没有上移，密码机已经够了。是的，通电，这把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阵容以及配合呢，也都是有的。如果说只需要争3跑的话，我觉得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没错，但是比较可惜是需要争4跑的一个对局。是的，监管者这边也准备了很多，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打法，我就直接选择杂货商。其实，在对面求生者他们其实也挺有压力的。你要换成其他的监管者，可能更有一点怎么说呢，无力感吧，就直接就上来了。因为你在面对那个板子，他比这个杂货商他更没有办法。你拉近你又没办法拉近，你控又控不住，是吧？你这个板区你也照样过不去。我觉得主要还是第1局吧，比分上面是15比10的这么一个比分差距嘛。对，第1局的一个7比2，就成功的拿下了一个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第3局，也是直接求稳。两边的实力其实非常的接近，就看双方选手的一些准备啊、状态啊，以及 BP 的陷阱。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精彩回放吧。他交分身了，交分身了，交分身。行，他情绪高的。帅，调动。3盘，3比3盘。换呀！走位，直接开心的。知道。加速呗。这波别踢他死，别踢他死，让队友骑。翻呀！哇，可以看出来非常激烈啊！为了这个4跑局，在疯狂的沟通，在整个局内，就感觉差一些机会就能让他们去争到了。是的，当时比较可惜吧，那波扛刀没有扛到。对，然后苦丑如果说能够帮忙扛到1刀的话，小说家是有机会能够转出去的。然后求生者在利用那个拉队员前面没有交出来的化险为夷，还有继续操作下去的空间，但是也比较难了，因为当时整体来看。也只有拉队员手上的那个化险为夷，但是他被打倒以后上挂，那么其实其他人就没有再来救他以及出门的那个能力了。没错，他们对时间上的这个估算其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嘛。但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今天的这个速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其实他们打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敢于去拼，敢于去打。在今天我觉得这个 MVP。怎么讲呢？求生者其实有不少的能去跟监管者进行一波去争的。对，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上半场的那个3跑的话，可能说下半场的话，监管者也得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了。是的，你像入殓的这个灵柩，包括小说家的这个牵制，还有第1局的他们这边的一些求生者的去努力的争，还有现在监管者其实他们每一局的这种
没有说是能让自己过多的丢分，对吧？都是保证了自己一些平局以上，我再去争到对面的罗扎。是的，是的，期待一下吧。但是第一局的话，那个史图安的一个4抓，我觉得太关键了。对，是的，毕竟那5分的一个优势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在胡锦春拿出一个史图安。还真让他在后面劣势的一个情况下，就前期劣势，中后期呢反而找到了机会把这个4抓给拿下了。是的，就即使他们打这些比赛，没有说是经过多年的那种磨合，但是他们的这些亮点打出来的是非常的多的。没错，没错，我相信他们肯定是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继续走下去的。是的，就今天拿下来这一把，我觉得不管是求生呢还是监管，都是发大力了。对。这一步只要能走下去，其实你就能看到那种辽阔的天空，对吧？而且你赢了这一把的话，对于整个队内的一个士气来说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提升嘛。是的，在后面在面对其他队伍呢，也会想起今天这一场胜利的一个经验，然后把里面一些好的地方继续延续下去，把不好的地方再进行一个复盘以及稍微的调整。对。就现在情况是，你只要赢下去，你的对手研究的对手就变少了；是你只要输了，你这个研究的对手可就变多了。确实，对吧？你后面再进入一个循环赛道，可能压力就更大了。没错，那我们看一下最佳演绎是谁吧。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我感觉监管者的机会可能说更大一点，因为他第一局实在是太关键了。是。好，看一下这边果然是给到了监管者，没错，57。是的，第一局。使用了史图安、艾维以及杂货商，局破坏板子是1.33，群击倒7.67，局均淘汰2.67人。是的，这是给队伍拿下的一个开门红啊。对，上来一个4抓。在今天他的角色，我感觉就是打不完啊，就好像各个我都擅长。而且你想想，他的4大天王其实也就只拿了一个艾维啊。对。这艾维的角色，我在这里100，这几手就是我角色，我只要能打的克制，他打的其实也挺灵活多变的。没错，我不会因为你一些某些班法或者说是某些角色你就克制到了，我就拿不出来角色了。不是，他还能打。而且他后面杂货商其实面对那个阵容还是挺被克制的，我感觉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强行的保住了这个平局，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你换其他的，真有可能会被对面去争到一些4泡面，乱拳打死老师傅。对呀，那这阵容太克制杂货商了，而且又能互保，4个人2组合拿出来，他一定是2个人都能够互相去保的。没错，拖的时间拖的实在是太久了。你拉队员在那里100，你换其他的，我觉得还真不舒服。没错啊，你杂货商这角色，我就是既能有一些追击能力，我还有一些控场能力，是包括你即使拉远了，我还有一个快速赶路的能力。对的，对。那么现在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主持人潇潇。首先恭喜 Zoom 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我们请到了羊驼和吴奇来到赛后采访，向你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JO 的羊驼。大家好，我是 JO 的吴奇。欢迎两位，今天这一局比赛打得非常漂亮。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两位此刻的心情，因为羊驼是重新回到这个赛场上嘛，有没有感觉是这种熟悉又陌生，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就感觉还是以前的味道。又回来了那种竞技的热血。那吴奇呢，今天还拿到了最佳演绎，有没有感觉到就刚才在台下大家就在用力的夸你，那个情绪价值拉满了，就今天打下来感受如何？第一场手抖抖的最厉害的一击，然后后面就稍微放松了一点。我第一场4抓的时候，竟然是最紧张的时候嘛！刚才你们第一场的时候，那备战间都快燃爆了。来，羊驼再把这个情绪价值给它渲染一下。好秀啊，好秀啊！没错，他们第一场4抓的时候，真的是在备战间就感觉掀翻屋顶的那个状态。那我一定要好好的问一下第一局那个4抓了，说是很紧张，那紧张到全程吗？还是打着打着第一局到后面就已经是有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了呢？就开门战就稳定了一些，就前面一直就手很抖。哇，竟然前面这个优势是手很抖的时候打出来的吗？那还是想问一下，因为确实在击倒法罗的时候，感觉好像4抓的这个节奏面没有那么大，但是淘汰之后就感觉优势越来越偏向你这边了。那中间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和节奏呢？因为我就感觉他们一定有人没有大心脏。然后就挂飞一个，后面就找一个没心脏的针对。预判了一下对面的天赋，那后面大概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运营，最后能把这个4抓牢牢的握在手里
其实我是赌他们不敢救，所以传送捏得很死，然后结果他们就一直跑图，一直疲于奔命，然后就最后门也点不开。也是感觉打了一个心理战，最后是把这个运营成功的给控在了自己的手里。那能够看到对面其实今天打的也是很拼，也是在这个比分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压力。但是第3局的时候，羊驼真的你下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大家在夸你了，那个运营也很棒，今天2位的发挥都很秀。那从独栋牵制到墓地，然后再加上完成一波救人，当时你会对场上的局势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一个见解呢？就本来入殓师不对，守墓人挂飞嘛，然后我就在脸上，我就只能原地起溜，但是我感觉他会在外围绕我，我就走里面，然后我感觉他会上楼梯，我就窗台跑路。也是心理上的预判，因为当时感觉你已经拉很远了，但我觉得后面那几个棺材的这个运用也是出神入化了。你有想到自己看小说家那一眼，然后给他那个棺材，最后会发生这么？看了他一眼，发现哎，我手里有2个棺材，翻2摸吧。我怎么感觉你现在这个语气这么的云淡风轻？那当时我感觉他好像在场上就是第1波的时候，就一直在拼手速，对不对？就特别是到最后开门战的时候，那个拼手速一定要反身上。所以当时你们队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沟通呢？就他一直爬门嘛，然后他必须要牵起来。我们有很多次机会，但他只有一次，他不能失误。哦，有金句，我们有很多次机会，他只有1次机会，所以他不能失误。最后也是抓住了监管者，当时那个移形有点急了，成功完成了最后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3跑。那下半场的时候，对方是必须要拼4嘛。吴七在场上，特别是最后那开门战的时候，看到大家就是已经是完全要卯足了劲儿，想要争这个胜场，会不会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呢？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前面换挂一波，把哭戳头的搏命毙掉了，然后我又能锁门，又有幽闭，所以感觉还行。所以第3局是有一种尽在掌握中的这个感觉，没有那么大。那第2局和第3局，我觉得开门战都挺吓人的。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波？你们俩都可以说，一会儿都打算问一下。我觉得是第2把开门战，就是有点不敢打了，后面就怕被多跑拖累了队伍。哦，因为4个人都倒在地上，有可能优势最大、最混乱的局面，就万一自己不小心处理的不好，就会有更大的一些失误嘛。那刚才我看到羊驼，就想，羊驼你今天打下来整场，你觉得最可圈可点，或者是最让你意难平的是哪一波？意难平，我感觉最后 BO2最后掏人那一波掏下来，我感觉就有希望了。哦，想的是最有希望的那一波，没关系，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场上的局势就是瞬息万变的，完全就在看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今天的发挥真的已经很棒了。哎，刚才在后台也是有在问，就是这次我们深渊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小伙伴来参加比赛？最后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一个规划，或者是给自己的小伙伴们加油都可以。冬日加油啊！冬日加油！哎，你是不是把吴七的词儿也说了？没事，都是好朋友。啊，那吴七你来规划一下吧，今天首场比赛拿下，后面的比赛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期待呢？希望可以一直打下去。打下去能够越走越远，对不对？那也是期待2位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感谢2位来到赛后采访，再次恭喜ZOOM拿下今天比赛胜利。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第3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